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saw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马上就要进入我们2024年的7月啊，也是我们的下半年的开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就是为了我们即将到来的7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整体运势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健康、学业等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不断变换风起云涌的时间点，我们进入了2024的下半年。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呢在这个年度当中新的一个起跳点和新的开端。那今天我们通过卡牌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月份当中宇宙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机遇，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转变和我们可以抓住的时间点啊、机会等等，希望可以让所有来到这则影片的朋友们在下半年当中都更加的幸运，以及放开双手，让宇宙帮助我们完成这场转变和疗愈。祝福大家在下半年当中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也非常感恩大家跟 Starseed 携手不断的在进行我们这个信息的接收和共同的成长，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那7月呢，也是我们巨蟹座宝贝的生日月份。首先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巨蟹座宝贝们生日快乐，在新的一个年份当中，好运相伴，心想事成，一切顺利。那在我们最后一则影片第4则里边，也会为所有巨蟹座的朋友们、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巨蟹体质的朋友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生日月到来之时，未来的一年，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希望可以通过这一份锦囊，祝福所有巨蟹座的宝贝们，感恩大家。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帮助大家清理当下的整个的能量状态做一个净化，也做一个脉轮的整合和调整。大家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或在安全的状况底下，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好，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释放一下当下我们负载的情绪和信息。好，清除一下当下我们身上的负面的或让我们沉重的多余的能量，让我们以清透的气息，好，来进入我们对于下一个月运势的阅读。大家呢可以缓缓的睁开双眼，好，调整一下我们的呼吸，好，轻轻的且深深的把气息吸进来，好，这是光的信息，光的能量。好，我们再深深的慢慢的将我们的呼吸吐出来，并缓缓的睁开双眼，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面前的3副组牌。这是我们2024年的7月整体运势相关联的选项。我们面前呢一样是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那今天我们要连接的讯息是7月运势。好，我们的7月是如何的呢？那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号，让我们来看一下眼前的3颗羽毛。好，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好，我们是青白色的羽毛，也帮大家配了一颗天然石来对应一下。好，我们用的是蓝纹石，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一颗天然石的能量和气息。它的频率是如何的？是否和我们的7月是对应的呢？这是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蓝色羽毛，蓝纹石。好，那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我们看到的羽毛是黑白色，那我们对应了一颗天然石，是一颗灰色月光石。好，这个月光石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淡红色的光斑。好，灰色月光石，这是对应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的黑白色羽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天然石的能量，它的频率是否是跟我们相对应、相融合的呢？这是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那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我们的白色羽毛，对应天然石是一颗白色方解石。好，白色方解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天然石和这一只羽毛，能量是否是跟我们相符合、相对应的呢？是否有我们需要的讯息呢？这是我们的第3副组牌。根据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有可能我们的第一直觉并不对应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喜恶，大多数来自于一种灵感和能量，希望我们去连结，所以抓住的第一直觉，根据我们的直觉判断就没错了。那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蓝纹石蓝色羽毛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一起来看的主题是7月运势，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的整体运势是怎样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健康等方面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一颗蓝色羽毛。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抽到的 Oracle 神谕卡主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给我们7月什么样的信息和能量。好，这套神谕卡呢是羽毛对应着小鸟，那我们抽到的是 Blue Jay。好，蓝冠鸭、蓝冠鸟就是总之是水蓝色羽毛的小鸟。好，很清晰透彻的一股能量，有风的能量在涌动
The time is right to access and master your abilities。好，这是一个对的时间去连接以及管理或运用我们的能力啊。Do so with humility and control。好，带着幽默感，但带着操控力啊，我们去展现我们的能量和实力。当下是一个对的时间。那我感受到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首先在这个7月当中有你可以去展现的一片天空。那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视野和视角会变得更加清晰和透彻。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运用这个能力啊，分析能力，有可能是沟通能力，我看的是喉轮的能量，以及太阳轮、心轮的能量啊。有可能很多朋友你们会去展开喉轮表达。有可能是对接一些工作，去交谈，去言说你的心声啊，并且啊，这个是对的时间去怎么样去连接你的实力和你的内在能量，带着一份轻松，带着一份幽默，一份雀跃去掌控面前这一切。那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在整个的7月当中，你们也会有一种主角的、主人翁的和领导者的意识。有不少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的思维又在变得更加清晰，你们有可能也会通过一些方式和方法来更多的展现自己。那这个月份当中，第一副牌的朋友是比较善于思考，以及比较好去做一些判断的，或者说情况和局势会更加清晰的展现在第一组牌的朋友眼前。那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游刃有余的去面临这一切，对应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去成为一个主导者。我们去连接，同时也会去掌控当下一些局势和我们生命中变化的发展。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呀，我们要顺流直下呀，我们要 surrender 啊，臣服给宇宙啊。但是当我们应该去在这个臣服的过程当中，做一个先行者，做一个判断者，并且去更清楚理解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现况的时候，我们大可以大胆的运用这方面的直觉和能量。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个7月当中，你们的直觉力是很好的，反应力是很佳的，你们会很快的去为了现状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而且这张牌的小鸟感觉有一种观察者的感觉啊，眼睛大大亮亮的，有没有？但是稳稳的站在原地。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月当中会观察，有可能是内观啊，观察你们的内心，观察你们的情绪，你们有可能也会对现状做出进一步的观察和理解，并且呢，这个时候也是在你们观察的基础之上做出判断和一些抉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7月里边的头脑是相当清楚的，相当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重回了一种平静的态势，人也会变得更加的稳重，而且你们也会变得更加有目标感和大局观念比较强烈一点。所以这个卡牌也让 Starcy 感受到你们在整个的7月里边也会有一种重回领地，或者说重新的抓回现状，找到感觉找回你们一直以来的这种能量状态以及智慧的时候好，下面我们看一下7月整体的运势是怎么样的。我们洗一下我们的主牌的 Sun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整体能量是怎么样的。先抽一下7月的整体能量。第二张我们看到是教皇牌 The Hierophant。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7月的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边没有看到。好 Knight of Swords， 我们要遮挡一下这张卡牌。好，我们遮挡一下。宝剑的侍从牌，宝剑的公主牌，跟我们所看到的这张主牌的神谕卡有差不多的信息，有没有？没有。这边看到的这个宝剑的公主有一样的洒脱，也有一样的冷静和睿智包含了教皇牌的能量。进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总体信息是什么样的。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王后的逆位，我们再继续抽一下这个7月是怎么样的呢？好，这边我们用这张卡牌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把卡牌收一收。
牌底有没有看到恋人牌了啊？所以这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很多朋友你们在重新启程，你们在计划一些新的事物，你们在动用大脑和智慧。之前呢一些比较模糊的，或者说还没有让世人看清楚，或让我们去看到现状的一些事件，在7月当中会比较清晰的展现在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的眼前啊。这个太阳牌当中有一把红旗，有一把宝剑，有没有？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月份当中是宇宙对你们明牌的一个月。之前的一些事件的运转啊、发生啊，或一些真相展现在你们眼前的时候，是尘归尘、土归土的。有不少朋友你们会通过非常专业和系统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你们也会重新回归理智和平衡。那金币王后的逆位代表了有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考虑到转职，权杖3号是远方啊，是改变，或者说有新的计划。有不少朋友你们的一些计划在推陈出新，那有可能你们也在去作别旧有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依赖一些旧有的工作，一些旧有的方法。我们在依赖一些非常物质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新的世代，一个水平的世代，会有新的震动到来。所以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在被震醒的一个过程。而这个7月里边呢，你们会推陈出新的，出很多新的意见啊，就为你们的人生有可能提供更多新的建议。也有不少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干脆就会行动。那金币王后的逆位配权杖3号，也让我看到了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不会被卡住和困住，你们不会被瓶颈期所绊住双脚，你们会重新来看待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月份里边适合很多朋友去办理一些申请啊，办理一些实实在在生活中的事宜啊，有可能也适合你们去将很多事情落实到原地，也就是说开始发展啊，开始去进入一个实行计划的过程。这是下半年的一个新开始，有很多朋友你们是可以让自己重新神清气爽的，回归到一个正向的状态。而且呢，有一些牵绊住你们的人事物也渐渐松开双手了，不管是金钱上的，或者说让你们紧绷的上司，还是说生活里边你们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况，你们会跳跃出来啊，跳跃出旧有的格局，有一个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之前这一切。甚至如果这是一个猜谜游戏的话，那恭喜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已经顺利通关了。所以在7月开始，宇宙会奖励你们一个新的机会、机遇，或者说新的灵感。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是一个明朗的月份啊，你们会拨开云雾看见天日，就很像是我们这只小鸟，有没有？它是一个金币公主啊，他用宝剑将云雾驱散了，然后看到的是什么？学习了，也看到了真实的实相所以有可能你周围的一些人事物是带来一些功课给你的。而在7月这个月份当中，有很多朋友你们会面临解决之前的一些问题不管卡住了多久，这7月其实是给第一副牌的朋友非常好的一个重新开始的机遇，也是让很多朋友你们重新的去进入一些学习，然后进入一些专业的门槛，或在这个大门当中重新向前走的新阶段。我们为什么说一切都是新的？因为出现了金币公主，那金币皇后的逆位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是要推陈出新的啊。如果什么是成就的，什么是需要你们进行选择的，你们需要去考虑一下，在未来，特别是未来的不管是半年、1年还是2年，就是一个长线里边，你们想去收获的是怎样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宇宙让你们重新下 offer 的月份。这是我们在主牌上看到的。我觉得这个月份里边，很多朋友你们会变得神清气爽和明朗起来，你的气场也会变得清明起来。那周围的人也会莫名的觉得，他怎么最近变得开始轻松了，或者说有一些效益了，或者说他开始去做一些我们跟不上和看不懂的事情了。因为你们会走在前面有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的学习运和升官运升职加薪运还是不错的。但是由金币王后的逆位也出现了不少朋友，其实你们在为自己挖掘新的一片天地，你们也在去打破一些旧有的方法和方式，在做一些非常我行我素甚至天马行空的创意。那宇宙呢在支持你们，所以这是一个重新去开展创意创业或者说拥抱你的灵感，跟着灵感去做计划和实践的好的月份。
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本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是比较胜利的啊，你们也是比较灵活的，然后你们也是比较聪明的啊，很多事情你们是完全可以面对的，或者说完全可以去找到解决的方法的。那解决的方法和钥匙就在你们的手上，所以大家呀，保持一个生活当中的积极向上的平常心啊，并且我们说什么要有乐观精神，甚至是有一点幽默感。幽默感的基础之上呢，来掌控我们当下所处的人事物的洪流啊，掌控这个洪流。因为我教皇牌，我们在跟着这个洪流走的过程之中，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机会去对于当下这些事件啊、人事物做出影响力的改变。因为你们被宇宙赋予了这样的职责和能量，好吧？这是在整体上啊，在星座上这边就看到有风象了，然后水瓶、双子、天平，也有一些土象和火象的朋友来到这一组。星座只是一个参考，下面我们看一下在感情方面我们的能量是如何的。我们把主要的信息集结一下，传递给第一副牌的朋友。感情上，权杖一的逆位，宝剑国王，这边我们看到都是宝剑的人物，有没有啊 ？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牌，你放在这边啊，或者说我们换一颗小一点的遮挡物在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的卡牌都可以被展现出来。好，宝剑骑士的逆位，下面我们再抽一下啊。好，这边我们看到 Five of Wands， 权杖的5号，这边出现了愚人牌，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你看到 Ace of Swords， 权杖的1号逆位，宝剑1号的正位。在感情这件事上啊，这是一个分水岭的月份。一些朋友啊，我认为这个暧昧关系或者走也走不下去的一个关系啊，你们起码会在内心当中给自己一个明确清晰的交代，是你要什么，你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去走。所以感情这件事，其实在7月里边是，是合是分，是前是后啊，两个人是融合，还是把过去的一些纠结，把过去的一些误会和纷争重新提出来，我们两个人在正确面对它。我认为呢，宝剑国王和权杖骑士啊，如果在一段感情里边啊，要报冤啊，要报仇啊，或者说你们需要去将自己内心中的情绪展露出来，跟对方谈起来一些条件等等啊，这是一个正确的时间。有些朋友或者是谈恋爱还是在谈条件，权杖1的逆位配宝剑1的正位是理性至上的，宝剑国王也代表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会非常理性和客观的来面对你们在感情中的经历。有不少朋友在这个月份其实会面临到一些纷争啊、分离啊，或者说希望人生有一个新开始的一个征兆。所以如果是在稳定关系的朋友呢，这个月份当中想要避免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啊，你要避免去在情绪和火气上头的时候进行过度的一个争吵，过度的辩论啊，过度的一种判断，有的时候有可能在我们比较晕船、比较上头的时候，会对一些人事物有误判的。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本身呢是我们的冥王星啊在逆行啊，然后我们在当下这个阶段呢，如火如荼的进入我们的夏日啊，北半球的夏日，我们当下的三维世界本身情绪是不稳定的，所以受到波动，情绪比较激动，或者说有愤怒在积压在心里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是比较容易和另外一半发生一些争吵的，或者对对方有意见的。我觉得从这个牌里边看到很多朋友啊，权杖1啊，宝剑1，权杖宝剑国王，宝剑侍从，很多朋友你们心中的想法是
不在一个界面上的，就是你和对方有可能想的东西和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但你们去考虑问题也容易发生误会，也容易发生这种辩论式的擦枪走火的火花四溅的一个场景。所以宇宙要提醒大家，你们需要理性，你们需要稳定，你们需要看全局，看得更远一些。稳定关系的朋友就是避免争吵了，还有就是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和对方认真的沟通的时候，你们是需要沟通的。这个月份里边也体现出你和对方的一些想法以及决定是相左的，不一样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去放对方自由可以让自己去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判断这是这个月份当中稳定关系的朋友面对的问题。也有些朋友，如果你们的关系面临着升级我看到这个4月到10月是不平静的一段时间，这半年当然我们看的是7月的运势。这个7月当中呢，稳定的感情就是在面临着一些真相的曝光不一定对方骗你，比如对方的他真实的脾气他对一些事情真实的想法，他有一些隐忍不发的东西。但是在月尾的时候，不乏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解开这个结，甚至你们的关系会更向上走一步。那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要看每一个朋友你们目前结的缘分是什么样的。当向上的这个能量出现，也有很多朋友是你们会一去不复返的，让你们的过去成为过去，让你们的未来更加闪亮个别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和对方就打算各走各的路，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了。在稳定关系里边，如果是面临着这个月份是要升级关系要定下感情的承诺会不会得到 offer情感的 offer 等等，在月尾是有机会的。但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这个机会它是从一定的争吵，或你和对方一定的辩论，以及你有可能想知道一些真相，你有可能要去问对方我们的关系到底要怎么样，你到底如何抉择。我觉得其实你的感情对象和你在这个月份里边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比较想要论证是非，然后比较二元对立，或者说有的时候稍显自私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看到宝剑国王嘛，但是有可能你们的争吵和你的一个倾诉也会提供给对方一个思路，是你在需求什么，你在需要什么。所以一些朋友你们要去表达你们的需求，或者说你们要去适时的合理的将你们的情绪展露出来稳定的关系呢我们看到这里如果是在一个拉扯关系的朋友或者说暧昧关系，这个月份其实是有机会进展的，但是你们的进展就是螺旋上升总是会有一些争吵、压力和徘徊。那这个月份的月中到月尾是解决问题重大的一个时间，有些朋友已经在隐隐约约在心里边感觉到，我这个月份里边是要把感情搞出一个清晰的交代和决定有一个所以然的。那这个月份里边其实是适合你们去和对方目的明确的谈清楚这个地方不要去纠结他做的是对是错，我们是怎么样的委屈等等权杖一代表了你要放弃过去的方式，你要和对方也可以说是单刀直入的，直奔主题的，讲到底谈到底。不乏一些朋友反而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会发现原来对方和我顾虑的点是这样或那样的，我们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甚至可以放下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价值感、价值观念和目标。所以一些朋友是有望进入稳定关系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一半一半因为我们看到有1号的正位、1号的逆位也有一半的朋友就是在第一组里边其实是极端的一个能量感情里边是极端的，要么大好，要么大坏。所以一些朋友会捏一把冷汗，就说我的感情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呢。我们看一下建议是什么给所有的朋友，隐士牌的逆位，不要多想，有可能之前你的多想和你过度的深思，以及甚至你在委屈自己，你在做一个我在走一个独木桥，我的感情有可能是一个逆向的比如说发展，有可能他会发展越来越烂，这个人会对我越来越不好，他有可能会对我越来越冷淡以及不讲道理，或者说他在自顾自的，有可能你过度判断了对方以及误判了对方。而在这个时候比较忌的是隐士的逆位出现的是你们的深思熟虑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负面的逆向的想法，反而误解了对方。如果对方他有一些行为和一些做事的节奏跟你无法吻合，你们非常需要的是直接说清楚而不是让自己承受委屈，然后到了一个点上再爆发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如果你们本身就是直接的人，你们就是比较火爆的人你们可以去表达，但是不要用言语伤害
对方啊，不要出言伤人啊，这是宝剑骑士冲动出言伤人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是暧昧关系啊，你们分分合合，或现在呢这个关系的联络是不太明朗的 Temperance， 这个其实对方的联络是会来的，但是是非常缓慢的，甚至是我看到7月尾到8月之间的信息是更明显的，所以这个月的月尾一些断联的朋友是复联的。那我们也快迎来水逆了吧？今年的水逆有很多朋友你们会复联，因为伴随着冥王星当下在逆行啊，跟旧人的旧事有关的东西总是在侵袭我们，总是让我们再去做一些判断和给自己一个交代，因为当下是宇宙在洗业力的时候，所以在业力遭受洗礼和被整理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去掌握这个时间的关键点，去整理过去的情，整理过去的你们的损失和伤害，或者说你们的一些心中挂记。那这个月尾有很多朋友是复联的也有个别朋友你们其实在伴随着一些争吵去进展你们的关系。整个月份当中呢，有一点火气比较大，或者说风风火火，或两个人非常忙碌事业上非常忙碌。很多朋友在这个月的月尾，你们会迎来一个明确的答案和交代，我要不要和对方往前去走，未来是怎么样的，对方是不是给我一个明确的交代了。好，这个月月尾会得到答案。所以说整个月份里边呢，我们看感情，我认为还是一样，洗礼业力嘛，尘归尘，土归于土，就是这个感情本身它的因是什么样的，你们什么样的因缘该怎样去发展，它就会怎样去发展。但是千万不要在事件到来的时候去相互指责，你们需要的是反而退出这个困局一步，去以轻松的状态来观察你自己和对方这样你们会得到理智和智慧，好吗？你的话语和你的行为会是更容易打动对方以及打动人心的。有些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我看到是分手的信息。如果你们已经吵很久了，你已经想分手很久了，你和对方想做断舍离，但是你们反而纠缠不清的，代表你们的缘分未尽这个月份一些朋友是可以去尽了旧缘，或者说你可以放下过去的纠结，你可以非常简单自由自然的回归到原点向前去走。所以我们就联系到单身的朋友在等待新人的朋友Six of Cups， 我们看到圣杯6号的逆位这代表了很多朋友是旧人的信息。如果在等新人的话，有可能新人是迟迟不来的，不是说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信息整理的不对，你们的状态不好，而是当下这个阶段有很多人都处在一个临界点的关键点上。如果你们在等新人，代表你们走得更快一步，代表你们能量场更好。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还是突出的要去疗愈心轮和整理你们个人的能量。如果是有没有桃花的话，在忙碌的生活里边，一些朋友你们会擦肩而过一些蛮优秀的人，但是这边看到是有一点距离感的，或者在这个月份当中的发展要看7月尾到8月初是否宇宙会推我们一步，是不是这是一个对的人，在一个对的临界点，我们会往正缘走一步。所以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给自己机会去认识新人，去走入新的媒体新的群体。我们提到媒体这个词呢，就是在我们媒体上 SNS 上，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换一个风格，你们整体的外形，你们整体的状态都会跟以前不大一样，原因是你的内在已经推陈出新了，你已经蜕变了，你已经向前走了。所以0号牌也代表了很多人你们的感情也才从原点开始如果是这个感情关系比较稳定了恩爱绵长，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们本身就是稳定关系固定的伴侣，这个月份里边还是一样，不要吵架和挑对方的刺。如果对方是这样的人呢，尽量的出去走一走和安排你未来的人生，把视角瞄准远方，瞄准你的目标地在这个月份里边更好。这个月份当中第一副牌朋友不要恋爱脑你们其实在这个月份里边是有一个很大的起跳的，所以说也在帮助你们在情这件事上变得更加清晰和果决，以及有点置身事外的感觉这只小鸟。那我们看一下在感情上宇宙给我们的卡牌，我们看到是 The Rainbow Reviewer， 好，24号就是看彩虹的人看彩虹的人有没有这个仙女她在彩虹之上她自己就是缤纷的糖果色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是很多巴胺的感觉，很夏日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这个彩虹也代表了奇迹你在彩虹之上会看到奇迹。
那这张牌当中的形象是一个单身女孩子啊，单身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月份当中，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你们反而是有机会让自己呢超脱于情感之外，你的能量更好的。但如果说谈恋爱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我认为这个月的约会会给你们带来快乐，但是短暂的。剩下的有可能是一些问题或对方的一些隐藏的性格是要我们去收尾和要我们去理解的。那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看彩虹的人是期待奇迹的，心中有彩虹，我们的各个脉轮整合，能量变得强大，你就是非常畅然自在的一个人，你要爱就爱，不爱就自由。所以这个愚人牌也代表了这样的一个意味，不管在不在一个稳定的关系里边，在关系以内还是关系以外，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等等啊，看到彩虹代表了你内心当中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在、安定和喜乐。那谁跟你在一起，岂不都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事情？所以这也代表了第一副牌的朋友提升自己的能量和打造自己。如果有一些人在把你们的频率和能量往下拉，还是一样啊，你要让自己回归到内心小孩的状态。我认为很多第一副牌朋友这个月你们的个人能量和魅力提升是非常强的，你们的回头率是很高的。还有就是有可能你们会接到一些意外的邀约，一些意外的告白，但他们是不是正桃花，我认为这个月份里边能够出现的基本上都是你要看一看，你要想一想，再等待一下的。因为这个宇宙的尘埃在这个7月还没有落定啊，那什么时候尘埃落定呢？今年的10到11月，我们的冥王星恢复了顺行，回到了水瓶。那我们的土星结束了逆行啊，我们整个的这2颗业力的星可以恢复顺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直面这个水瓶的世代，这个离火的世代啊，一个新的世代和3维世界的时候，把这个信息送给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所以感情上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有些朋友你们是你们参与到了这个比较难分难舍的一些恋情纠葛啊，多角恋爱里边还是一样，适时的让自己置身事外和轻松下来，不一定你要去做什么选择，但是本身你的能量变得更高涨了，你会有更高级的智慧来去面对和解决这个当下的情况啊。好，这边呢我们看感情看到这里，下面看事业、财富和学业啊。看一下我们的事业财富，我们先抽一下整体的卡牌。 Eight of Cups 圣杯8号的逆位，我们看一下啊，好，第2张我们看到权杖10号的逆位，月亮的逆位。看一下我们的事业怎么样哦，把牌整理一下。好，这边我们飞出来了啊，这2张牌我们都要啊，一张隐士，一张权杖2，权杖2，权杖3。事业上没有问题，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压力蛮大的，你们在转型，或者说你们感受到一种危机感，有可能你们也在选择退一步啊，然后去看新的机会，或一些朋友已经入职了新的工作，或一些朋友你们在找工作的过程里边都是可以的，你们的转型是成功的，宇宙会支持你们。所以在这个月的月中到月尾，你的那种巨大的压力会渐渐消退。那下一轮满月呢，这本身是个巨蟹月啊，这个月份的新月和满月都非常的重要。新月的时候我们可以许出愿望，满月的时候要释放压力。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压得不能再压了，有的时候是很憋的啊，内心。那在事业这件事情上，负重前行的过程里边，宇宙在告诉你不单单我们只是在做这个苦力，我们在背这个不管是修行的权杖还是修行的火柴，我们在背着什么啊？你们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可以得以安稳啊，得以连接智慧和可以停得下来啊。我们说走就可以走，我们说背负压力就背负压力，我们也可以说让自己淡然和停下就停下，这是我们内心说了算的。所以还是2种极限，一个是压力非常大，工作非常忙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
特别是月尾的满月，你们需要让自己适时的稍微停下来，然后呢，一个人独处，然后释放一下你们身上的旧有的负面能量。一些朋友，你们需要去远行旅行，晒晒太阳和看一看远方，看一看山水风景。需要在我们面对眼前的工作以外，你们也要看到远方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的团队、你们的公司，有可能你自己的公司已经制定了下半年的发展计划。这是一个制定计划和实行它的好时期。但是喘息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你们的思维是非常缜密的，你们想的也是非常多，有可能各个可能性你们都考虑到。因为有不少朋友本身你们的这个不安全感是来自于这个3D 世界的不安全，因为大家现在都不安全，我们的世界甚至有的地方在战火纷飞，我们整体的人类怎么感受到安全？所以这种不安全感其实已经遍布了我们世界的各个的角落。月亮出现了，帮我们去把这些恐惧晒化掉。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在钻研的有隐士牌、教皇牌，有太阳牌，你们的神圣阳性能量，或者说你们做事的阳性能量非常强的。如果是阴性能量女生的朋友，阳性能量也代表你们也有机会去崭露头角，成为专业人士，成为其他人的导师，成为领袖所以这个月份里边其实本身是在调动你们的沉着和领袖气质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本身压力很大，但是我无力去行动，我这个月份里边感觉到是非常有阻力的。这个三维世界感觉在三维世里边走路好像在水里走路一样面临巨大的阻隔、阻碍和困扰。那在这个月份里边，7月宇宙会帮你打开一条路来，让你可以往前去走。然后隐士牌是你拿这个星星的灯然后一步并一步的去看着前人的脚印来计划你的未来，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妄动和莽动的时候，我们不能鲁莽，我们不能过度的沉浸于我们的幻想但看到了权杖公主，还是代表了第一副牌朋友，你们是很聪明的，你们也确实非常有领导能力以及实力，所以用实力说话。一些朋友有可能最近在读书学习，一些朋友有可能在升级你们的专业技能，一些朋友在转职和工作的过程里边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的，宇宙已经打开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给第一组牌的朋友。所以有一些真相，所谓的未来这个行业会怎么发展那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到底，我们的项目到底会怎么计划，你们心里有数的时候，可以为自己去做计算了，可以为自己去做整合和打算，好吗？不少朋友这个月份如果是转职的话，月尾会出现好消息。一些朋友是出差或者说你的工作在远方，你跟外地其他文化、其他城市的人、其他国度的人联络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本身是教师，有可能你们要到处走一走，去演讲讲学之类的，会得到邀约和消息的可能性和概率非常的高，整个月份都非常的高，受到工作邀约。但我看到工作的要求，有可能这个水准上的要求、质量上的要求，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越来越高，而你们其实会做的怎么样，本身做的就非常好。所以在内心里边，哪怕外界给我们压力，权杖10的逆位，不要把自己压垮，内心里边反而是让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计划就怎么计划的。所以很多第一副牌朋友，你们的沉着和你们的睿智会给你们带来好的成绩。如果这个月是面试是笔试是考试的话，成绩也是非常不错。也有些朋友你们会投奔你们的未来，比如说你会去接到一些新的 offer 来自远方或者说学校的 offer 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去进修我们去改变和提升自己，学业运也很好。那如果是独立门户做事情的朋友也一样，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成为这个事情的背后主导者，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会感受到这个事件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但是在行动上，很多朋友是出现一些你们比较暗中去操作的，你们有可能是在暗中做一些计划和布局的。还有就是你有可能在思考和显化，比如说我在显化未来我的事业和这个行业该如何发展，我在运筹帷幄，然后我再去努力深挖和学习我要憋一个大的成就出来。所以有一些经验的作品和好的合作在未来有可能会问世。我看到的时间是9月到明年的4月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你们的好时机会更好，因为你们的思维和思考一旦是顺着这个
宇宙和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向走，你们迅速的转换了自己，你们就会走在前面啊，只等一个对的时机。所以，一些朋友，你们的投资，你们的眼光是看得比较远的。这个月其实是一个稳扎稳打、慢慢做的月份，也是一个事已密成的月份啊。有一些事情就不跟外界说，该做就自己去做。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有一些出差，有一些跟外界人的联络啊，比如说远方的人联络，通过互联网、通过网络啊联络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整个这个月份里边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贵人，有一些专业的人士注意到你们，所以呢，你们可以通过精妙的言语和聪明的表达来展现自己，好吗？那在事业上也有些朋友，你们其实是在感觉好像在趟过一个非常难过的河。这个月份也是水流湍急的啊，7月、8月、9月水流湍急的月份，但是你们只要能够走得向前，走得前面去啊，基本上你们就会非常稳定的让你的事业开花。所以在自己做事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也适于去学习、去深造、去思考，以及去比较低调的形式啊。财运上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月的财运啊，权杖骑士Nine of Cups 财运很好，但金币3的逆位代表了一些朋友，你们会把金钱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或者说你们的金钱的整个的资产的配置啊，你的一些消费有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破财，但是一点点，因为配圣杯9和金币3代表有可能这是工作里你不得不出的钱，有可能生活里面你不得不出的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财运在外啊，你要去争取金钱，然后该花和该舍的地方可以花和舍。也有些朋友就是如果你想让这个赚钱的机器更高的运作，让它更快速的运作，有一些齿轮和有一些地基性质的东西，你们需要再次做一些更迭和迭代，或者说维修、运维等等啊。这个月份里边也是你们去查缺补漏，去找一下你们财富漏洞的时候。圣杯9本身就是财主啊，财富运势很好。那我觉得第一副牌朋友争取了你们的财运就很好，虽然有一点点我们需要花钱破财和维护生活的地方，但这并不足以动摇你们的财运能量。所以你们越战越勇，而且越战越有财运指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财运是非常好的，有些朋友是正财运啊，就是工作。那我觉得工作本身就是宇宙提供给你的一份资粮，你们需要去维持好它。还是一样，如果要跳槽的朋友，这个月份也不是一个裸辞的好时间，好吗？我们顺着宇宙的波流去走啊，我们该保守的时候保守的做事啊，保守的去计划未来，好吧？因为隐士代表保守，好吧？教皇也有一定的循规蹈矩的意味啊。好，那学生朋友这个月的学业运势一定是不错的，因为有教皇有隐士的加持。我感觉你们的思维很开阔，头脑很聪明，还有就是你们的表达也非常的灵动和灵活，然后你们可以掌控这个学业和局势。很多学生朋友其实这个月份有可能学业非常的紧张，要背很多，或者临近期末了嘛。现在几月？7月对吧？我们看7月运势啊，临近期末，或一些朋友本身已经要进入暑假了。那我觉得你们好像在这个月份里边，要不然就是出行出游，真的是去远方玩，要不然就是我学一样新的东西，我让自己可以有更多有内秀的地方，技术也好，还是我深造一些我爱做的事情。如果这个月有考试的朋友，我认为考试运是非常好的，是可以过得去的，以及你们可以为此而计划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如果这个月份里边有一些作业，然后有一些文章啊，或者说发表是什么？就是发表是日语的概念啊，日文的概念啊。发表就是我们要去演讲啊，去把我们的学术成果展现出来呀，数据展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比较稳定踏实的表现，而且也可以收到老师的导师们的喜爱，或者说一些朋友你们的一些研究和一些学术的成果会收到远方的人啊，异国文化和异国语言的人的研究和兴趣啊，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投入到你们的世界里边。那这个月份里边，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对自己要求蛮高的，但是要求高的背后是你们本身就有很高的实力啊，也代表你们的起点和基础是不错的。有个别朋友会说，在一些学科和一些事件或者说工作的项目上非常有压力或非常的烦躁啊，给你们了很
多的工作量，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朋友你们是很顺利的可以去完成它，甚至是完善它的人，所以千万不要小觑了你们的实力和水准，将情绪释放一下，你们会做得更加好更加快。看一下天使卡告诉我们什么 Pay yourself first， 先给自己报仇啊，我们要先把给自己的回馈回应放在第一位。有很多朋友是不是你们把自己放在第2位了，第3位了，还是说你们首先是在做事，在考虑事情，反而这个当金钱到来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点无所适从，甚至是压力感呢？好，这个牌代表了把你当成在财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当你有了财富收入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把这个收入和报酬送给自己。是的，我们的薪资我们的金钱是由我们可以支配的，但是有多少是为我们所支配的，而不是为其他事情所支配的呢？有可能我们有账单，我们有存款的计划，我们有深造的计划，我们有家人朋友爱人，太多的事情啦，一些朋友有宠物有你们的爱好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先奖赏自己。我们看到这个天使有大大的项链和喉轮，我们看到豹纹虎的纹在我们这个女王的身上有没有我们印象中的王？我们印象当中的王者是不是都是金币加身的，都是相当的尊贵的？所以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可以给自己买一些礼物我看到是买一些跟黄金、珍珠、钻石或者一些朋友它是比较闪亮的，不一定它一定是什么什么黄金，那一定是非常闪亮和有存在感的如果是男士阳性能量的朋友也一样，你需要去更迭一下你的一些配饰了，注重一下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上的质量。为什么这个爱的信息会把你的这个 self care， 把你的内在的自我关注安全感放在前位，并且也会帮助你去节约你的能量，会帮助你的当下，也会帮助你的未来。所以未来你在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必须要通过时间和通过金钱物质价值的能量让自己尊贵。你必须要先给自己一份礼物，在这个月份里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什么？你们要为自己呢做一个加冕，你要去奖励自己为先。我们的窗外楼下有狗狗一直在叫，我不知道有没有会被收进去这是一个强烈提示，你们要爱自己而不是责难自己，你们要关注自己而不是批判自己。Pay yourself first 你们要先为自己给自己发一个薪水，好吧？这个也会声望你们的财富能量那我看到学生朋友的话，你们其实在这个月份当中也可以为自己去增添一些辅助的，比如说是学业学习的用品或者说书籍或者说你需要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你已经拥有了什么，这个其实全部都是对自己先投入关注，热爱自己，关怀自己在先的一个能量如果有压力的朋友也是要先释放压力，你们也可以通过释放多巴胺去游去乐一乐去看一看自然散发一些快乐，散发一些轻松来奖励自己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通过物质奖励自己。那大家第一副牌朋友大家可以选好吗？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健康、其他事件以及我们的灵性是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好，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 Four of Swords， 第二张是 Judgment 审判牌。很多朋友在这个月你们的身体会有一个痊愈的变好的一个象这个月份当中其实适合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呢去放轻松把自己融到自然当中。有一些事件它面临的真实的解决，你也在面临一个真实的自己。这个月份里边的灵性提升指数是非常强的，这跟你们的身体的一些脉轮的打开和愈合是有关的。所以整个的灵性和健康能量也是随着我们本身的我们物质世界这个身体的状况在运转，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目前你们
整体的这个能量啊、情绪啊、氛围是如何的。这月份里边有天使的保护和加持，第一副牌的朋友，更多的你们会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在给你们一些礼物，有可能周围的朋友啊、友人啊会给你们一些帮助。一些朋友你们在办理事件的时候是有人相助的，我看到是有人啊平行的，有可能有一些想要来帮助我们的人就汇集在了我们的周围，这代表你们的气场和磁场在变得越来越好。在灵性这件事上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是比较清醒和觉醒的一群人，所以你们有可能会在一些对的时间做一些对的清理和净化，然后让你们的灵性呢往一个轻盈、舒适和放飞的角度去向上发展。也有些朋友在对，你们有可能会帮助到一些周围的人。在这个月份当中呢，疗愈在面临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全面的完成，而你们本身也在这个重要的转换点上，可以让自己去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方法，愈合你们的各个脉轮，去调整你们更高的一个频率。所以宇宙也在给第一副牌的朋友以奖赏。而在灵性上呢，我们抽到的这张牌深蓝天使啊 Indigo Angel， 我们看一下天使在说什么。 Time to create Time to create， 就是这是一个创造的时间了。创造我们看看啊，我们看天使在画画，有一些朋友你在画画写字，你们在奏乐，你们有可能在欣赏影视剧，你们头脑里边有很多幻想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呢，本身就是一个灵感爆棚的月份，做很多事情呢，你们会跟着灵感去走。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去疗心啊，就是疗愈心轮，疗愈内心小孩，做一些自己私下喜欢做的事情。宇宙和天使在鼓励大家去创造和创作，这种创作会带给你以及周围你的环境、你的磁场更高的频率震动，去连接天使，帮助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向上提升。还有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对于自我的创造能力也非常强，你去创造你的人生，你去创造你未来的剧本，你去显化以及创造你的爱情、你的事业。所以在创造的过程里边，本身也是你能量的透出和体现，也会让你的能量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月份里边很多朋友你们喜欢色彩，你们会运用很多色彩，或者说你会改变你的衣着和风格，这是我们之前说的，因为随着你的能量在转化，你的风格、你的感觉、你的状态像风一样在变化。然后将这个信息呢展露出来，这就是你们在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和方式了。那我觉得一些朋友如果这个月要去见医生啊，或者说一些身体上的问题等等啊，亟待处理，从卡牌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可以被解决当然我们更多的是遵医嘱和遵循三维世界的规则如果更多的朋友你们想要去疗愈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疗愈的月份，所以将这个月份巨大的美好的能量送给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少听和不听周围的声音，专注在你内心的声音上，你们会发现真实的我，真实的你的内在在给你多么大的爱和保护你的守护天使，你的高我有多么的爱你，好吗？那星座上我们讲的有风象星座这边可以看到双鱼座、处女座水象的朋友是比较多的星座只是一个参考当然还有巨蟹座，一些朋友是金牛座好，摩羯座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宇宙的建议和指引我们就抽了一张月相卡。今天呢看到这个牌没有新月上弦月，我们看到 process your feeling我们看到月下之朗满月会是什么？释放我们前世今生内心的纠结和压力，所以说可以说是良性的释放以及推进我们的感受，把它推出去。有很多朋友这个牌就是一张释放的卡牌，代表你们的感受得以释放，你们需要释放自己。而这个月份尤其是满月的时候，就7月尾的满月，本身是一轮摩羯座的满月我们内心里的那种秩序感摩羯世代给我们的压力三维世界给我们很多的要求和制限，有可能它会化为一种情绪积攒在我们的心轮深处，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释放和疗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有这种花朵和这种死神的形象很像是一张死神牌，它其实也带有冥王星的能量，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本身你的前世今生当中的负面能量、悲痛，你的历史让你怨的，让你
憎恨的、让你委屈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月份里边得以释放，轻装上阵，你才能够像权杖2、权杖3一样运筹帷幄啊，然后一眼看到千里远，有没有？所以说呢，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这种释放和这种情绪的有可能是一时之间的泛滥，反而代表了你将向上去运作和运行了，你的这辆战车将会向上。所以宇宙也给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此这般的提示，希望在这个月份里边，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身心灵的健康，首先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在精神和情绪上要处在一个健康和能够循环的状态啊。有的时候能量是负面的，情绪是负面，但是我们也要有巨大的正面能量来调和自己。所以土星的天蝎12宫，很多第一副牌朋友是委屈的，憋屈的，或有的时候是一种受压抑的状态，然后有可能你周围有一些人啊，甚至小人和一些固有的事件，让你们非常的忌惮，你们内心里边其实一直处在一个想要去向前突破，又缺乏一定能量的时候，因为土星将你们压住了，千万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本身是太阳，不要惧怕。然后我们看这边是好，太阳的处女1宫，谨慎的分析事实，保持理智和客观。其实这个处女本身它就是一个，有没有隐士牌啊？隐士牌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运筹帷幄的时候，你们要谨慎的在内啊，向内去求，在内部处理问题。所以很多事情你们需要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一边观察，这会帮助你们有巨大的突破，而且在未来会成为你们的一笔，我认为是最好的灵性和能量上的存款和积累啊，非常好的一笔积累。好，给第一副组牌朋友这样的信息。那第一副牌朋友，我说我现在就很压抑，什么时候是我的出头之日？我认为最快是在8月尾到9月之间啊。当然这是我们的7月运势，未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大众占卜的信息再重新分析，把这个信息给第一副牌的朋友，让大家呢看到希望。然后还有就是加紧的去整理和准备自己，因为属于你们的新的开始和新的战役将悄悄的开始，悄然的到来，而且这是属于你们的一个美好的时代，好吧？祝福大家。那今天我们所有第一副组牌的信息就读到这里，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这个7月当中开心、平安和幸福，拥抱和接纳自己啊，去创造、去提炼、去深挖啊，你们是值得幸运的啊，然后你们的幸运也即将要到来了。巨蟹的朋友啊，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在巨蟹的朋友可以点击最后一则影片来看一下声月到来之时，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好礼，来帮助我们未来的一年生活和成长。再次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接，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中间一副组牌，一颗黑白羽毛灰色月光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7月运势。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的整体运势是如何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健康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黑白羽毛配月光石啊。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好，这张羽毛卡给我们什么样的 message， 什么样的信息啊？给我们的7月。我们这个卡牌呢是羽毛配鸟儿啊，那我们中间的一副主牌呢是小麻雀啊，是一种麻雀。看一下 message 啊 ，Stay grounded and welcome the new knowledge and the perspective coming to you。保持稳定啊，保持沉着，并且欢迎新的知识和视野、视角、思考方式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这是一个观察加学习的卡牌，跟上一组呢有点相似，就是这当中有喉轮的学习的能量啊。其实第3副啊，中间的一副组牌，第二副朋友啊，你们本身在这个月份当中。黑色啊，这个灰的颜色本身代表了我们的大地之心轮，就是在我们的海底轮底下，我们的双脚跟大地相接的这个色彩，很像是我们大树的根基，所以这个月份是打根基的时候。那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也是你们去学习和去转换视角的月份，因为你们在这当中会看到机会。本身整个的7月给第2牌的朋友的信息是需要我们去观察，需要我们去沉着，也需要我们去稳定稳妥啊，需要我们动用智慧的时候。所以有可能7月我们没法躺平，但是呢比较好的信息就是这是一个下半年的新开始。对于第2牌的朋友来说，你们的新开始
代表着你们将会取得更多的新消息，你们将会取得更多的新机会，有可能在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这个业界当中啊，在你们的正在去观察和正在去集结的信息当中，你们会找到突破啊，并且我们看到这个 grounding， 也就是说沉稳的扎根的海底轮的能量再次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个麻雀干嘛在寻找消息，有可能在仔细观察这个地面和倾听周围的声音和信号，所以我们的喉轮，我们的三眼轮也是打开的。整个的这个7月当中，不是让我们去谨小慎微，让我们风吹草动都去观察，而是我们干嘛 ？Welcome the new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如果有新的知识，如果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有新的一些改变啊、风向，或者说哪怕是潮流等等，都让我们第二排的朋友去观察一下，去体验一下，去探索一下。属于你们这个探索欲望一旦打开，你们有可能会让自己更加深、更加稳的去扎入未来的生活，以及未来的一些改变和未来的方向。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有可能会改变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你们有可能会有新的，这张牌要飞出来是干嘛？我们看的是 Strength 啊，力量牌，那么放在这边，力量牌要飞出来，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对于一些事件的认知。那我看到在7到8月之间，我们毕竟出来一张力量牌，你们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先吃螃蟹的人啊，先去引领风向的人，掌握先机的人。还有就是灵活的学习和思考，也会帮助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去取得资源，或者说取得一些合作。更多的第二排的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呢，你们也会让自己内心当中稳下来，这跟地主也是有一点像的。稳下来是瞄准时机和瞄准当下的这个变化，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不管是宇宙还是我们人类历史一个风云变幻的节点里边，在这个节点当中，其实机遇也是无限的，所以把这个信息送给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整体运势啊，我们先飞出一张 Strength， 我们就放在这里。它弹出来就是要飞出来，我们去连接它，我们使用这张卡牌看一下我们整体运势啊。我们继续抽一下，第二张是 Ten of Swords， 宝剑10号的逆位啊。看一下我们的整个7月。第三张 Justice 啊，好好的卡牌啊，我看一下，又飞出来一张是什么？这是一张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牌逆位飞出来的，我们再抽一张。好，这张牌我们看一下啊 Seven of Swords 宝剑7号的逆位，我们看到宝剑啊，这副牌当中天秤座、狮子座风象星座水瓶、双子这边火象星座牡羊、狮子座、射手座会来到这一组比较明显。烽火的一个形象，中间我们看到正义牌很好，这是一个本身宇宙在帮我们去洗业力和平复业力的时间点，在这个时空当下是如此的。所以这个7月很多朋友在潜在意义上来讲，你们会得到宇宙公正的判断，或者说你们生命中的一些事件，他们正在受到判罚。不过你们在当下这个阶段，其实能量是非常高昂的。只说这个月份当中，宇宙在告诉大家，不要特别急的去过度快速的来去做出改变和做出判断。你们现在当下需要的是接受一些新的认知和调整，接受一些新的事实和转变，并且呢扎根稳妥。所以这个月份里边有些朋友可能有点按捺不住了，比如说我想去试一试，我想去改变，我想要挑战新的事业，我想要往前再大跨步走一步这个月份里边，其实第二排朋友你们是向上的，而且能量很稳，因为正义和力量牌能量都是非常正向和稳妥的，宇宙也会保护你们，但唯有是你们的心不可以急躁。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逆位的权杖王后和宝剑7号是什么？看一下出现了权杖5号，因为当下是一个竞争，或者说一个
能量场的乱象比较集结的时间点。如果你们想要在这些枝芽当中找到机会和开出莲花，莲花什么真正的智慧，我们心中真正的我、真我实相，或者说我们悟出了真空的境界，到达了一个通达的境界、证悟的境界、领悟的境界。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需要拨开这些比如说波澜壮阔的啊，正在席卷天地的啊，很像是这个暴风啊、龙卷风这样的一个实相，你们需要拨开云雾才能见到天日。而这个月份里边最忌的就是急躁，当你们急躁有可能会产生冲突，当你们急躁会做出误判，当你们急躁有可能会太快走一步了，反而误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我们在牌底看到的是 Queen of Cups 圣杯王后，反而你们在当下这个现状当中要找到一种温柔，找到内在的慈悲，找到你们的爱与奉献是什么，你们要反而是内敛的、沉稳的、安静的来看待这一切的变化，并且最终呢，去拿出你们非常正向的判断。因此呢，其实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啊，本身这个月份里边的运势是很旺的，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北半球来到了夏季，那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也面临到一些星象的转换，会让我们有一点点什么心浮气躁，因为权杖王后和权杖5号在这个地方啊。宝剑7号是什么？有很多信息，有很多我们的想法，但是逆位的宝剑7号是有可能做错了判断，或者说误了一个好时机。那好的时机在什么时候？我认为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月尾的这个马上进入狮子月的月份是非常旺的，也就越到月尾你们的能量越旺，但同时呢，有可能你们的火气也越旺，因为现在我们也是一个木火的时代，木火之气刚刚在我们这个有可能是6月中期啊，是这个端午到达的时候吗？越来越浓烈了，所以我们总是感觉到有一种冲突啊，有可能我们事业上有一些战火，有可能我们内在有很多需要转换的地方，有可能我们和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内在在发生非常大的一些变革和动摇。那我觉得其实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说啊 ，Justice 正义站在你的身后，也就是说正义的女神守护你的女神和你的个人能量都是极其旺的。但旺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耗泄，千万不要把你的旺的这个气给泄掉，反而在这个月保持稳定，保持保守啊，站在原地去看一下整个的现状是如何的。而且你们是可以看出一个黑白，看出一个是非，看出一个上下高低的。那我们这个3维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啊？本身我们是在这些象当中嘛，本身我们在这个色彩当中嘛，我们是欲界天啊，里边当中也有很多的欲望，有很多的念头，所以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整个的这一个月份呢，其实是帮助你们去滋养你们的能量，你们有可能会遇见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讲到第2章是宝剑10号的逆位，新的开始即将到来了，而且是公平的，而且有可能会帮助你洗刷掉过去的不公。但是这个月份里边，你们有可能也会因为急而做出一些比较快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出差、我们出行等等有非常多的安排，千万不要比如说因为交通啊、因为时间忙中出错，要给自己一个调理。而这个月份里边，你们是崭露头角和大展拳脚的一个月，也只是一个开始罢了啊！我看到在8、9、10月，第2排朋友会越走越旺，越走越好。所以呢，我们这颗好胜的，或者说我们当下这颗不安的，或有一点点躁动的心态，应该如何去平稳？这是我们这个月份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和课题。当然了，在整体的运势上来讲，宇宙非常的占我们，所以不公平的状态、没能量的状态、没气势的状态、过去的一些纠结的，或者说已经到了一个结束的点的事情，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那并且呢，我们会越来越稳啊，会很多朋友你们的能量会越来越强烈，你们会站在人群的中心，你们会站在舞台的光柱底下，还有就是不公平的对待也将结束了，你们也将会有一种反抗的、奋起直追的，或者说是我一些事件我要去拿下的这样的一种霸气啊，有可能会产生出来。好，这个月份的月尾，一些朋友会接到消息有可能是关于转职的，有可能是关于竞争的成功的如果说是不是成功的结果，我认为是的，但是还是一样，第2副牌的朋友千万戒骄戒躁然后多
集结一些信息来进行一些判断啊，学一些新的东西和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你们其实是能量巨大的人啊，幸运体质的本体，好吧？那整体能量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个月份其实是第二排朋友很好，但是我认为你们内心呢，有可能还是有点不安和正在做一些取舍。我们讲到做取舍的话是 welcome the new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 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和欢迎新的我们要推陈出新啊，这个月。下面我们洗牌看一下爱情啊，我们先看一下情感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第一张我们采用它 King of Swords 宝剑的国王。我们再继续抽一下牌，看一下。好 ，Page of Swords， 第二排的朋友啊，你们是否也想选第一组呢？你们是否去过第一组呢？你们是否等一下想看第一组呢？没关系啊，看哪一组啊？能量其实都是跟我们应该是有一个互通的。所以，首先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两张牌第一副也出现过但是没有关系。权杖9号的逆位，这边我们看到圣杯2号的正位，这边两张牌什么？圣杯王后和宝剑1号 Ace of Swords and the Queen of Cups。我们这边看到两个人，有没有稳定关系的朋友，我们要先说这个月份里边，其实在感情上，很多朋友其实你们会因为家庭生活呀，无奈的去想要做出一些选择，或者说你在告别一个阶段。有些朋友在感情上，其实你是相对来讲枯竭和心冷的一个月份，有点心寒然后我看到这个月份有些朋友在冷战，但是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在月中到月尾有一些你们的对象你们的另外一半将会放弃掉这种冷战，放弃掉对于你的误解，因为他坚持不住了。所以我们也说坚持不住的人要先行动。有些朋友你们会收到联络，或者说你会先联络先行动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冰释前嫌和化解误会的月份，这是一个还是一样感情关系在向着好发展。如果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已经走到临界点了，我认为向好发展的趋势是很强的，但宝剑1号是你们个人的选择是什么，对方的选择又是什么？你们的选择其实是宝剑1配宝剑侍从，是一个镜面，你怎么想他就怎么想，而你们其实本身都是内在比较消极稍微稍显悲观和情绪使然的一组，也是一个非常奉行相信真爱的一组。一旦你们是被伤了，是容易被伤到底的一组所以其实在这个月份里边也是一样，有种两极分化的信息，宇宙让你们做出选择，向前还是放下，就是两个选择没有说向后也没有说等待了，因为整个7月也是我们下半年的新开始，也是能量在划分水岭的时候。我看到第二副牌朋友对不起，你们其实是会有一个对谈的，在月中到月尾会有一个对谈，有可能你们将会为了对方去放下一些想法，放下一些纠结，或者说会放下一个选择，这也说不定。在稳定关系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之间非常需要沟通，谁先沟通不是谁输了，是你们都需要去正向来面对这件事情，这是互相的。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呢，你们会敞开心结，如果这是关于你们的一些家庭成员，关于一些抉择的，向前向后是走是留要不要搬家呀，要不要离职等等，这个月份也是你们要去拿出决断的时候。如果看感情关系，我认为很多朋友这关系还是正向的，因为你们都想向前发展。但是我觉得如果在感情关系里边心生嫌隙你会觉得对方有些自私你会觉得在稳定关系里边对方做的是比较少的，你们必须要形成正向的沟通，并不是抱怨，也并不是一种发泄，而是真正的圣杯2号理解对方，也让对方理解自己，这种正向的沟通会形成的。这是稳定关系稳定关系里边我们看到的卡牌是圣杯4号，也就是说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很多朋友你们会被给予一些机会，对方也会对你主动或对你示好，或者说他会把自己的工作呢稍稍放下一下，来看一下你最近怎么样了，是不是应该关心你一下，是不是
不应该在感情里边过度的忙自己的事情和过度的自我。那我觉得这个月份里边很多朋友也是一样，你们圣杯4号，宇宙告诉你们稍事稍安勿躁。虽然说你们想做一些判断和决策，但这个决策有可能要沟通一下，再看一看，在月尾的时候再看一看。那这个时候感情能量流通了，流向你们了，你们有可能得到更高的一个情绪价值和共情的时候，这个感情有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好，那如果是在纠结暧昧和拉扯当中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是也是两极分化。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圣杯2，你们会沟通，但是沟通的结果是不是能够达到彼此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要求和实实在在的想法，这个是你们需要通过沟通来解决的。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断联的冷战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是沟通的月，但是呢这个月中到月尾也是满月的时候，我们切忌情绪用事，也切忌反复去拉扯和纠结过去的事情。如果当下一些暧昧关系是不明确的，我认为这个月份里边有可能有一种停滞的信息，你们是喜欢对方，但有可能现实条件不太允许，不管是事业上还是个人成长上还是家庭上，有可能比如说长辈呀等等不太允许这个恋情也是有可能的。但你们有可能在内心中抱有一种默契，就是我想先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我希望看一看宇宙怎么去安排，怎么去衡量。不少的朋友我觉得其实爱情在这个月份当中不能是你们的重点和焦点，不然的话你们会觉得非常的卡。你们的重点和焦点是什么？我认为是突破你们的智慧吧，或者说生活给予你们的一个结界，去学习新的和看到新的，以新的视角来面对你的生活。你们会觉得身体充满了力量，你们会觉得宇宙站在你这一边。但如果你卡在原地了，没有办法去转换我们的视角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自己仿佛就在一个小小的院子，小小的空间只在我们的房间当中，所以宇宙在鼓励你走出去。那我觉得在暧昧和拉扯关系的朋友，这是一个选择题是向前还是向后，这也是一个双向选择题。但有更多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我们看运势嘛，那感情里边是通过沟通来解决一些问题的，通过沟通来明了现状的。还有就是你们是有魅力的，你们是受对方喜欢和受宇宙喜欢的人，所以宇宙会帮你把对的人送到你的身边。如果当下在纠结拉扯的这个人不是对的人，自然而然 Ace of Swords 你会有一个结界和空间给到自己，去滋养和安抚自己给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的信息暧昧拉扯当中的，有很多朋友你们会在暧昧关系的背后看到他真实的一个状态是如何的，有可能他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稳定，那么优秀，那么好，那么聪明，只是你要给对方祛魅，你要把这个滤镜给摘下来，真实的面对对方。那不乏有些朋友你们会进入一些沟通，或者说你会在自己的心里边给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这并非是你所爱，你要向前去走，你要学习新的，更不乏一些朋友你们会结识新的朋友，新的人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那刚刚我们看到会有复联的信息，所以我认为7成8成左右的朋友是复联的，但是你们的沟通是否顺畅，要看你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这也代表你们真实的情况底下是不是合适和合拍的，也要让宇宙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去对一下去看一下我们能量是不是吻合嘛，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考验和试验的环节。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是这个月的很多朋友你这个月的工作是比较忙碌，或者说你的这个桃花出现在你的工作和社交场所当中，出现在工作场所当中是非常多的，有可能是会议，有可能是工作。一些朋友会说哇我不想和同事恋爱，那这个月份里边其实很多朋友你们会比较专注在个人成长的部分，感情里边你们希望的是能够志同道合和找到灵魂伴侣，如果对方不是，或者说对方他干脆就是我的一个正缘好了，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所以这个月份里边会有一些偏桃花和想要跟你沟通的人出现不要把对方呢关在门外，试着去沟通了解一下。不过这个月份呢本身就是你们需要放轻松和找回你的感觉，找回你的主场地位的时候。因此呢我还是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也是一样，感情不是你们这个月的第一位， Nine of Cups 让你们内心当中满足快乐和欢愉是第一位的。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给你这个约会对象带给你快乐，你可以去试着了解，如果是内心当中非常阻塞的，很卡的，很纠结的，还不如呢先专注在当下我们这个
生活里边。为什么？因为在月尾的时候，7月尾进入8月的时候，更多朋友8到10月正缘有可能会到来，所以有可能你们的感情会在那个时候发生比较好的向上的变化。我认为你们在实实在在喜爱的人，比如说心中有人的朋友 Temperance in reverse， 比如当下这个情况在向下发展，一直都打不通，这个月份呢，宇宙有可能也会在教你做一些抉择。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在感情里边是想要坚持的一个状态啊，我看到了 Wheel of Fortune， 曙光在什么时候？我认为在的下个月，或者说未来3个月过后有曙光，但是当下这个环节里边有可能也送给第2排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专注和积极一点，好吗？对待我们自己，对待我们的生命好。这边看到也是风向比较多，水瓶、双子、天平这边有些朋友是水象的出现了这一组。然后这个月份里边的沟通呢，切记不要说反话，切记不要还是一样就是头脑一热我们就出言伤害了对方。然后你们也是一样，如果想要正向沟通就正向面对。如果很多朋友是我做出来的行为和我的内心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矛盾，比如说我内心是爱对方，但是我的言语是伤害的，无疑其实还是一样，你们之间的门呢又一次被关上，然后2个人又静止在原地，这是一个负面的循环。所以鼓励第2排的朋友去正向的然后直接的不扭曲来面对我们的内在然后宇宙也在给我们机会去正向的展示自己的感受。我们看一下这个神谕卡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到是29号 Serendipity Serendipity， 它是一个奇迹就是我们突如其来的看见了神圣的美好的风景人生当中的奇丽的遇见，美妙的相识，美妙的机遇等等。所以说29号是我们人生里边其实是有惊喜和期待的，是有世外桃源的，是我们可以去意外之下发掘和发现的。那我在这个月份当中，很多第2排的朋友感受到的是，你们其实被大地的精灵和天使所保护着，所爱着，所以有可能宇宙在鼓励你去挖掘和探险你世界当中的新天地。你们需要的是许下这个愿望在显化的过程里边反而把这个愿望忘掉，然后你们需要去期待未来这个旅途里边的精彩。所以在爱情这件事上，有一些朋友是意外的相遇和意外的结缘，或者说转角呢遇到了爱情，而我们有可能一直在去比如说等待和期望的是我们的一堂课和一堂自我证实的一面镜子一面镜子。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遇见的是镜面的关系，都是有可能的。镜面是让我们检视自己让我们去联动自己永远是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所以说这张牌也很代表了第2排的朋友，你们其实是有很好的缘分在未来的，有上天和大地注定的爱情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要不要奇迹真正的快速出现是你们的决定，也是你们在当下可以跟宇宙相连接去许出愿望的。其实我认为第2排朋友你们是幸运体质，但是要不要真正的去掌握这种幸运是你们的情绪和感受来决定的。所以千万不要让情绪和感受成为一个屏障来障碍住我们去感受奇迹，去感受宇宙的美好好，这是情感上。那我们看一下在事业，在财运在我们学业这个方面呢，在整个的7月里边我们的能量是如何的。我们再重新洗牌看一下第一张 Seven of Cups， 看一下事业 The Gate。 我们看的是审判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在事业上是什么样的。好，我们继续来抽好的 Moon 月亮都是大牌，因为这儿看到。我们再抽一下事业上第2组的朋友是怎样的呢？ Four of Swords 宝剑的4号。我们再抽一下。好，事业上我们看一下Nine of Swords， 我们看看这2张宝剑牌在说什么。
好，这边我们出现了一张这个魔术师飞出来了。好，魔掉出来是金币8和圣杯2，是刚刚我们都看过的卡牌。好，我们采用这几张啊，这个能量的描述应该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吻合了。那Starcy 帮大家解读一下啊，在事业方面，这个月是重要转换的一个月，还是一样啊。月亮大门打开了，出现的是什么？有可能是一些让我们具体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些周遭的焦虑和一些问题会在这个月份当中体现和透露出来。我认为也透露了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内心当中的一些不安和比较没安全感的这个地方。还是一样啊。第2牌朋友，其实你们本身是幸运的体质，所以你们在担心的事情不容易发生，但同时呢，有可能会叨扰和让你们非常的纠结。这个月的工作压力是有点大的，但是在压力当中，真正有能量的人会体现出什么？魔术师牌啊，真正的潜力将被激发。所以我认为，其实3维世界在不停的去刺激第2副牌的朋友，让第2牌的朋友干嘛呀？激发出魔术师一般的潜力和力量牌一般的能量。因此我觉得，首先第2牌的朋友，你们不会被3维世界压倒，但同时呢，这个月份里边是你们比较如履薄冰啊，或者说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你们需要去理智判断，还有就是有一些让你们比较纠结的状况，工作人际里边的会出现。不过呢，比较幸运和能量比较强的就是你们是通过聪颖，通过灵机一动，通过你们的观察、言语和活动以及思考，可以去点破这些迷障给你们带来的阻碍，给你们带来的纠结。如果是在稳定工作当中的朋友呢，这个月份里边就是忙碌，加上有可能会听到很多风声啊，听到很多这个信号啊，让你觉得这个事业是不是不太好做，或者说当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在最后的一个阶段呢，出现了宝剑4、宝剑9和魔术师牌，你会非常聪明的、非常机警的去突破一些当下你没有看到的部分，而且你有可能会去将你一直以来在忧虑的部分给完全铲平、完全解决好。事业上很多朋友这个月份，如果你们争取工作的话，机遇存在，但是这个里边呢，有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你摸清楚和摸透的虚假信息，比如说工作啊，就招工啊，或者说一些招工启事啊，信息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信息我们要去摸透？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如果你们要去做工作转换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新的行业，而不只集中在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的主牌也告诉我们嘛，让我们去接受和欢迎新的知识和新的视角。所以如果一些跨行业在转职的朋友呢，这个月份当中是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啦。当然这里边其实也有很大的一种内心的纠葛啊、危机感和没安全感。那这个感觉是怎么被化解的？我认为还是一样，它永远是好不是坏。一切的发生是有利于第2副组牌的朋友的。那这些纠结代表了什么？要让你们变成魔术师啊，去发掘你的天赋，打开你的能量。这个月份呢，是你们可以打开你的大门，把你的能量场重新吸引过来的一个气场回归的月份。所以大家可以去连接月亮和连接宇宙，连接你们的指导灵和天使，去找回你们的直觉，找回你们的天赋。还有就是不要被暂时的一些失落和痛苦啊迷醉双眼啊，因为你们是有新的开始的，不能只专注于当下。也有些朋友，宇宙在告诉你有新的机会，宇宙有一些指向标在把你指向一些新的地方，你们要去再做一些探索，这样才会有提升。那如果是在你们个人的事业发展，比如说你是独立做老板，你在做一些这事业上的规划，这个月份是在困难中寻找突破的月份，而且突破一定会出现，就在月尾的时候会遇见非常强烈的曙光，非常非常的光亮，而且本身闪耀的人就是你自己，所以只要你存在的话，这个事业就会按照你的方式去向前发展了。这个月份里边是有竞争的，也不乏一些恶性竞争，不乏一些流言蜚语，但是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说，是你们可以定心神，你们可以考验自己真功夫真本领的时候到了。真功夫是什么？定是一门真功夫啊。我们学佛当中就是能不能定得下来，能不能够不去着这些相，我们能不能够在很多很多变化的里边，我们不去
被这个三维所绑架、裹挟和困扰，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怨憎会不会起来？就是一个定的功夫啊，当然只是功夫之一啦。有一些朋友是月亮和魔术师，就是你们应对危机啊，你们应对一些困难，你们灵机一动的功夫，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真实的一些天赋活力啊，会真正的体现出来。所以你的灵机一动有可能会改变一些事物，甚至改变一些人。而这个月份里边，其实在月中到月尾，一些朋友是有点发愁的一个状态那然后宇宙在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发愁来源于什么？我们就抽一张好了，金币10，圣杯9，就是还是来源于工作呀，这个行业这个能量场给你带来的负面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三维世界在洗能量，洗负面能量。如果负面能量冒出来了，汹涌而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不需要抱头逃跑，我们也不需要去一味的要去清理它，或我们要做什么？魔术师是发挥你的实力的时候到了，唯有你的实力和智慧以及专业上的这些技术和天赋和灵动的创想，可以去解决当下你的纠结和困惑。所以不管是事业中的还是创业的朋友，你们都是在这个月找灵感的，千万不可以不动脑。因为你们非常的聪明，千万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就轻言溃败，轻言放弃。因为呢什么 King of Cups， 这是你一时的情绪使然啊。还有就是 Knight of Pentacles， 你需要更强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就是一些旧人会出现来帮助到第2个牌的朋友。所以当你想要放弃，当你纠结的时候，恰恰有一些人可以在你身边比较稳定来帮助到你，这有可能也是贵人的存在，也是宇宙帮助的体现。这个当中我看到比较好的信号就是你们可以稳扎稳打，然后我们面对大风巨浪，我们都是沉着淡定自若的。如果我们在当然了，其实我们都做不到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之前没有做到，起码我们要保持的什么是一贯的安稳一贯的一种基于客观和理性的判断，不要意气用事和情绪用事还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出现了。那在财富上怎么样？看一下财运怎么样宝剑9是一个情绪，甚至这个情绪和心情和负面的思考会引发我们健康上的一些状态宝剑4、宝剑9，大家注意一下睡眠，注意一下休息和饮食，好吧？有些朋友是有一点忧郁把这个气息呢，要通过灵动的，有可能是有创想力的一些画作、音乐，或者说突如其来你的这个旅行向外去走你可以把能量去挥发和转换过来，好吧？看一下财运财运是 Page of Swords， 宝剑公主牌，看一下财运财运Four of Cups， 出现2张 Nine of Wands， Page of Pentacles。这个月有机会，而且是新机会，因为2张这个侍从牌出现了Page of Swords， Page of Pentacles。你们动脑就会有机会，动脑就会有财运，而且这个财运和机会呢，恰恰是从一些创造和试验当中来的，或尝试里边来的。所以如果创业的一些朋友或做事情的一些朋友以及工作朋友都是不要忘记尝试。如果说这个月当中的财运指数怎么样？普通，但是比较好的就是在月尾，甚至在下个月里边，你们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财源再一次出现财的源头和合作圣杯2号会再次出现。所以把这个信息给到第2副牌的朋友，当我们需要沉淀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做能量的净化和智慧的集结反而灵机一动，你们可以去拿出非常好的创意和非常好的一些决定会出现了。Judgment 代表是转换，也代表你在打开一个灵感的大门。如果做艺术和创造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是能量非常强的，但同时你们的创造是有一些暗黑或者说情绪的寓意的。当然我们的艺术创作本身就来源于我们人的人性如果人性里边我们是有需要去宣泄、需要去表达的部分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宇宙也在鼓励你们的创造。学生朋友在这个月怎么样我认为这个月其实是你们有一点忧心的月份，你有可能在赶作业，在急赶一些什么，或一些朋友你们在放假当中的话，上一个学期等等吧，就遗留下来一些让你们
比较紧张的这个情绪还让你们没法发散。如果当下还有一些课业要完成的话，整个月份里边是比较紧赶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们的效率比较高，就会赶得很快。如果是效率比较低和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你们其实就会随着这个感受有一种浮动。但是魔术师和力量牌代表的和正义本身，你们非常的聪明，所以你们并不是一个积累型选手，但是现在宇宙在考验的就是你们能不能积累。所以这个月份里边如果有考试啊，如果有一些学术要去发表的朋友啊，迎接正面的迎接这个情绪给予我们的挤压，你就会赢啊，就是情绪战胜不了你的时候，你就会向上走一步。所以学生朋友的话，这个月就是你们要聪明和沉着来面对你们的这个状态。如果状态不好的时候，那就不去学习和投入。如果你的状态来了，就快点投入啊，你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有可能在时间上就会比较浮动，不是特别的稳定。考试的话状态怎么样啊 ？Tower in reverse 啊，第二排的朋友首先不要吓自己，还有就是你的实力会稳定的发挥出来，但是超实力发挥的话，需要你们的还是一样，情绪要安稳。如果情绪不稳的话，就会让你们有一种我是不是要滑铁卢的感觉。这个月份不要自己吓自己啊，本身就是一个在情绪上和能量上有巨大起伏的月份，你们反而需要让自己呢更加稳定。那我们看一下天使在告诉我们什么 ？Positivity, faith and optimism 啊 ，positivity。Faith and optimism 积极性啊，信念和乐观啊，是不是？当我们去打开了一扇大门啊，然后去集结一些积极的经验和乐观的感受，去探索的时候，我们这个能量其实是非常强的啊，而且是高频率的震动。所以说，不要让低频率的能量去影响到我们当下甚至是让它展露出头角。我们要跟低频率划分界限，好不好？一刀两断。还有就是过去的负面经验也不能打扰到你，你们需要保持信念的 keep going 啊，向前去走。所以我们这里边有没有啊？它还是一个力量牌，有没有？就力量的女神啊，想要告诉第二排的朋友啊，这2周3周有可能有点难熬，但是到了月尾的时候，第二排的朋友本身你们的能量就会向上。还有就是你们需要保持着一个力量女神的高频率状态，就是我是胜利的，我是可以迎战的。还有就是我是让积极的一些经验和经历来鼓励自己，比如说我是胜利过的，我通过什么方式胜利啊，等等啊，用这个方法给自己加油打气。那在整个月份当中，它也体现出一种孕育啊。我们这个力量女神她在抱着一只小狮子，有小羔羊，有没有？所以这是一种孕育啊，孕育一些新的作品、新的计划啊，你们也将会再次的成为雄狮啊。我们最后看一下在健康和灵性啊，我们的其他事项发展方面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抽一下。好，这边是权杖6号，这边是 The Fool in reverse。有这些事情你们要尝试再三的但是呢，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在尝试再三之后，你们有可能会用非常新的而且非常正确的，我们用这颗石头好了啊，来遮挡一下我们的世界牌。你们会用非常新和正确的方式来去就迎接你的胜利，属于你的胜利的果实到来，但是中间就是好事多磨。所以办理一些事情的朋友啊，千万不要被这些事情所打乱阵脚。如果它中间有一些改变的话，再试一次。如果在健康方面也是这个月份容易上火，然后容易激动，容易情绪上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们在担心的事情都有一个好结果，那我们这些起伏是代表什么？积极意义上来说，都代表了让你成为魔术师，让你成为一个显化的人，让你成为一个有灵感的人，让你成为一个先发制人的人啊。所以说很多事情第2副牌的朋友也不能过于被动，该做就去做。那在健康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要规律生活规律饮食，规律睡眠。灵性上来说，我们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有一种灵光乍现的感觉，就灵性呢真相，灵性的真实会突然的浮出水面。在什么？在你最混乱、最纠结、或者说在你的困难和障碍面前会突然的浮出水面。我们看一下灵性的这边还有什么卡牌给到我们？抽一张 Two of Swords。 我们眼前看到的不一定是完全的真相，但是你眼球当中，这有没有也很像一个眼球这个魔术师牌这边有一个就是
你的这个玻璃体当中集结的相不一定完全是真相。当要去认清真相的时候，你们需要去做一个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你是向上还是向下，你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来去做一个判断啊，也代表了理性。宝剑2号的逆位代表了你要理性，代表你要有一个尺，你要有一个标杆，像正义一样，你要有一杆秤在这个地方。那宝剑3的逆位呢？有这么多宝剑啊，第二排朋友逆位的宝剑3不要担心啊，你们会解脱掉过去的一种纠结和怀疑，然后你会让自己更加聪明的来面对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过了这个7月当中的某一关呢，第二排的朋友本身你在灵性上会有一种人生观的，或者说灵性的大关上的一种真正的体验，有可能你会放大你的存在感，你会放大自己去接纳这个世界，不是说你的小我变得更大了，而是你本身的大我觉醒了。所以这个过程呢，有可能有一点点的纠结，但是天使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过程有可能不一定在3维完成，在梦境中完成啊 dreams。 所以呢，有可能在你的梦境里边有更高维度的元素出现，帮助你去破了这些相。所以很多朋友不一定你要完全记录梦境，而是在梦境当中做这些体验的过程里边，你要去集中你的能量试炼自己，不管我们记得住记不住啊，我认为这都是一个试炼和尝试。有些朋友是梦中你会得到灵感啊，得到一些信息，要注意一下你的梦好吗？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在梦中得到的是一些，还有我觉得是一些预知性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疗愈，但是是预知性的东西会出现。大家可以把梦当成一种能量的清理和释放。那我们看第二张牌，是我们的最后一张，我们抽到的是 Dark Side of the Moon， 月的阴影面啊 ，Mystery 神秘。我们人类只能看到月亮一面，对不对？是不是很神奇？所以说这个宇宙的奥义和真相啊，远远是超越我们3维的认知以外的。那月的反面是什么？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金字塔啊，就连接的是我们的灵性的觉醒和人类更高维度的一个提升啊，人类的这一方面的反应。我们看到彩虹从月亮的一面发射出来了，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啊，连接这个 serendipity， 我们的这个意外的惊喜、美妙的相遇啊。你们其实在这个月份要通过很多事情清理掉一些负面的能量，有可能关于莉莉丝，是关于前世的，也是关于你们星轮当中的伤害和损害，甚至一些朋友是战损呢，有可能你们曾经参加过这种星际大战之类的，有战损。所以这个月份里边，当你们遇见很多冲击的时候，本身它是一个象集合在3维世界，这印证了你需要去洗刷，你需要以一个新的角度来面对这一切。本身呢，治愈自己这个过程是非常神奇的，有的时候未必我们真正用了什么医药，又用了什么样的冥想，用了什么样的法门，而是只是越过了我们认知的这个障碍，越到了一个新的大门之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gate 啊，你们本身在工作里边，在生活里边也是可以去打开这一扇大门的，法门千千万万有。那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本身在整个的月份里边是非常需要通过一些神秘的方式，神秘学的方式啊，去更多了解自己，更多的去集结你的智慧啊，然后整个的月份之后，你们会非常的有收获。所以祝福第二副组牌的朋友，祝福大家在这个月份当中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以及有所收获的。宇宙的神和你们的指导灵在帮助你们重新获得力量，重新去赢得你们生命当中应该拥有的美好。祝福大家一切都好。那我们所有的卡牌就看到这里。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巨蟹座的朋友们，可以点开最后一则影片来看一下，在生日月到来之时，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来帮助我们未来的生活和开拓。再次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结和共同的学习。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白色羽毛方解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一起来看的主题是我们的7月运势，我们看一下7月份我们的整体运势是怎样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学业、健康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白色羽毛啊，对于我们的一颗方解石呢，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羽毛的神谕卡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一起来阅读一下第3组的朋友的7月将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的是 White Eagle 啊，白鹰。
很罕见、很特别的这个形象啊，白色的鹰。好，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是什么？ The connection to divine guidance is within you。好，跟神圣的指引相连接的这个信号啊，在你的内在，你已经拥有了跟神圣指引的连接。那很多第三个牌的朋友，在这个7月，我觉得你们是很有目标感的，很有使命感的啊，很有信念感的。你们知道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从这张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3眼轮和顶轮的信号。这只白鹰呢，正矗立在有可能是某一个高处啊，眺望着他想去的远方。所以第3组的朋友在这一个月份里边呢，白色本身代表的就是你们的灵感直觉，也是你们啊跟这个神圣指引 divine guidance， 有可能是宇宙的指引啊，宇宙的意愿和声音相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符号和形式。那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啊，本身在整个的7月里边，你们会很灵敏和很迅速的去瞄准你当下的现状，做出判断。也有不少朋友在这个月里边呢，你们本身的这个有一种预言能力和预感力啊，感知力是比较强的，所以你有可能会很大程度的感知到当下的一些现状在如何在你生命当中发生和奏效。你们也会用显化和吸引力的原则在趋吉避凶。这个月份里边，第3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能量场比较高的，所以一些负能量的侵蚀和作用基本上震动不到你，因为你们在自我设置一个高频率的这个光环，保护光环，在保护自己。第3组的朋友在7月里边，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计划，有可能是出行或为你们的生活做出新一轮的调整啊，有可能你们的事业，你们整体的一个气场都与众不同和与过往不同啊。原因在于，其实在7月里边，很多朋友你们已经打开了自己的这个顶轮上的一个信号，更多的会将这些神圣的信息吸引到你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导体，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做光之工作，如果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打算在灵性上有更高层的一个突破，这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被保护的体现。大天使和指导灵将在来到你的周围啊，给予你很多信号和很多暗示，让你呢可以去感受到你内在跟宇宙连接之外，也会比较清晰的动用你的智慧来进行新一轮的计划调整和抉择。那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有一种胜利感，有一种超凡脱俗感啊，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在这个7月里边做一些事情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决策力也是比较高的。鹰其实本身代表的是本能直觉然后也代表了这个直线性的目标，也代表了我们灵魂深处和神之间强烈的一个连接。所以第3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本身有可能也信仰宗教，有可能和神之间有很强烈的一个相互保护和相互提供信息的一个能量场非常不错的一个正向环境。那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负能量不沾身的感觉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卡牌是怎样的。我们洗牌我们抽的是 Strength 力量牌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我们看一下7月整体是怎样的。好，这边我们看到 Queen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王后牌，权杖的国王。我们再抽一张看一下我们这个7月能量是怎样的呢？把卡牌整理一下看一下。好，我们出现了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的逆位和力量牌的正位。这边有一个对宫星座水瓶配狮子的对宫星座。然后这边看到有火象星座狮子、牡羊、射手，有水象星座双鱼、巨蟹、天蝎来到这一组。整个这个7月里边其实今天的我们的卡牌有很多非常相似的信息因为我们是一体的，不管选到哪组千人千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但其实在能量场上，宇宙会投射给我们相同甚至是都差不多的一些状态和情境，让我们去突破。所以第3组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
你们会有一种大展拳脚之意啊，有可能你们会跟着自己的感受做出非常强烈的一些行动来，创意来。之后呢，非常鼓励和支持第三组的朋友去大展拳脚，或者说你们如果要大张旗鼓的做一些事情，宇宙也在鼓励和支持大家。那圣杯王后和女祭司的逆位代表了什么？你们既会有阳性能量的一种冲动，行动上的冲动，也会有阴性能量上的一个爆棚，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在情绪上7月是有点收不住的，有可能你们的一些行为呢受到你们情绪的指引，受到你们情绪的一些裹挟，也有个别的朋友在这个月是容易大起大落，就是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啊，给你们带来了非常强烈的一种抽离感，就是整个人有的时候是很高扬的，有的时候是很低落的。为什么？因为本身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在往高的去走，你们在往高去调节自己，但是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有可能在我们去调动行动力和能量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啊，就是我们的情绪会容易激化啊，也容易跟周围的人去形成一种对冲竞争或是争执。所以这个月份当中，第三副牌的朋友是比较避免情绪用事做事情的你们比较善于运用你们的策略性和眼光，还有就是你们本身的气场和存在感以及能力是非常有的，所以当你们去做事的时候，无疑会引发周围人的一定的注目、关注、评价。还有就是能量上的觊觎，比如说我很嫉妒你我需要你的能量等等引起一些暗中的小人的关注。不过在第三组的朋友里边呢，你们个人能量状态始终是非常好的，你们会有一种向上的野心和蓬勃发展的一种高姿态。所以呢，比较需要提醒大家是女祭司的逆位是不要过度的在整个的7月当中呢被情绪指引，被灵感指引，你们也要根据现实去做出调整，做出反应。还有就如果你周围有一些非常情绪化的人到来了，千万不要一味的用你的方式跟对方进行连结，你们需要共情，但共情的同时并不是跟对方共频率，你们还是要保持比较高的频率说的比较难，但其实做起来一点都不难做的是比较容易的第三个牌的朋友怎么去做？保持你向上和高昂的积极性的同时，保持一颗慈悲心，这就会引发你行动当中的这个 balance 平衡。我看到第三个牌的朋友，整个的7月到8月之间，你都是非常披荆斩棘的。那在月初到月中呢，就会得到一些翻转的好消息和胜利的消息了。这个月份如果在争取新机会和工作呢，是比较容易向前的。当然在月中到月尾这个期间也是比较容易受到满月的影响，有潮汐的作用，我们的情绪会催化我们的阴性能量，让我们去有更多的感受，有可能也让我们去沉浸于感受。然后有些朋友有可能会有一种这几天是比较快乐、比较阳光的状态，过几天有可能就比较爱落泪然后大家不要觉得你们是在分裂还是在怎么样，这是你们能量在做一个循环，有可能该发泄的、该释放的，必须要在这个阶段释放。我们再抽一张牌 clarify 一下这个极端的信息代表什么？我们看这张牌是什么 ？Page of Wands。你们要安抚内心小孩，你们要了解你们内心当中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是应该滋养自己的时候了。特别是在你们出外做事，当你们披荆斩棘，当你们去取得成功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丝失落感是来自于你内心小孩的，有可能我们没有察觉，有可能我们只是感受到了有一种感觉在涌现。更多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呢，还是一样你们的计划和行动要直线式的，要目标比较明确。如果你们突如其来的3分钟热情的想去做一些什么，有可能往往就代表你们情绪的一种涌动和变化然后要思考之后再去做出抉择和判断。整个的这个月份，宇宙给予第三组朋友机会是非常多的，你们大可以去实行你们想要实行的，去做出你们的挑战和计划。
不过还是一样啊，要等到时机和外界的状态成熟。那些朋友会说我在搭建我的工作，我在创业，我在找工作，那这个时机算成熟吗？我认为7到8月是一个成熟的时机，但是你们不要被周围人的意见所左右，听风就是雨。你们需要内心当中有坚挺的这种自我意志，或者说你们的这个事业要去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向前去走。整个的7月对待大家来讲是一种突破，也是一个新的体验。还有就是情绪这件事情啊，对待第3副牌的朋友始终是一个考验。不过白鹰代表了什么？还是一样啊，目标明确，倾听你内心跟高维度的啊，跟你的这个指导灵的这个连接，这个连接本身就在你的内部，所以说这个连接也会给予你们无限的动力和支撑。有些朋友会在某一个阶段突然失去这个连接，我突然听不到声音，感觉不到了。还是一样啊，稳定你们的心态，听得到与听不到，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这个生理结构啊，身体和认知给予我们的障碍。而真正的这个连接它始终都存在。那我觉得还有第3副牌的朋友这个月压力比较大一点啊，你们可能这个事情比较多一些，比较繁忙，所以这个7月里边大家也注重休养休息和营养。这是一个很利于做事的月份啊，很利于发挥你们的阳性能量啊，不管男生女生，阳性能量它是你的行动能力，它是你的领导能力，是你获胜的欲望。这个月份里边一些朋友什么 Eight of Swords， Ace of Wands， 还是一样 Page of Wands， 全是权杖的卡牌。这个月份有没有很多火象星座朋友来到这一组啊？你们有可能有一些计划啊，但是宇宙告诉大家的就是你们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不要异想天开，然后你们需要先给自己一步一步的铺好这个铺陈，然后走向这个美好的未来如果有一些东西对待你们来讲还需要花时间，不要心急啊，在未来的3个月7月、8月、9月，宇宙会一一的投掷给你们这些信号和机会，让你们去实现应该实现的。所以这个月也是去播下种子，去显化去畅想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月份啊。7月嘛，是我们下半年的开始起始点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起始点给到大家。有些朋友会踩着这个起始点向前挺进一步啊，所以也将这个重要的信息送给大家，你们的行动将会有落地有声的胜利的回应。好，那这边呢是总体来看的啊，我们这个信息。下面我们洗牌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方面是怎么样的。好，感情。第3组的感情方面是怎么样的呢？洗牌来看一下啊。第一张什么啊？全部都飞出来，那我们再洗一下啊。看看啊。好，第一张 Four of Swords， 感情 Eight of Wands 啊，这张牌想要飞出来。第3张 Two of Cups， 很不错啊，我们再抽2张啊。好 Page of Wands，这张牌也想飞出来啊，权杖侍从想要飞出来，看一下啊。Two of Swords， 我们再抽1张啊，我们看到2张2号牌，看一下感情。Nine of Cups， 好，这个牌有没有排列的很规矩啊？又宝剑2张，权杖两张，圣杯2张。我们2张2号牌出现了啊。这个月感情我看到一种 balance 啊，一种平衡。然后第3副牌的朋友啊，在联系这个讯息当中呢，4RC感觉到你们在整个7月当中的感情其实是运势向上的，但是权杖的逆位代表了不能心急，你们要追寻着有可能是这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或者是对方他是一个慢慢来的人，看到结果上来讲是美满的结果，但是有可能在过程里边一些朋友自己吓自己，我这个感情无法成功，对方有可能他正在往反方向去走。为什么
迟迟的没有等到感情的一个好的解答，一个向上的解答等等啊。宇宙在支持第三副牌的朋友去寻找爱和肯定爱，去连结，也在支持第三副牌的朋友呢去谈恋爱，去沟通和表达自己啊，但是切忌心急。我们从稳定关系来讲，稳定的关系在这一组里边是比较好的一个突破。有可能之前你们想要去沟通的，对方一直都 get 不到你的一些想法，在这个月里边讲通了。这个月当中呢，会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设身处地的啊，为对方和整个的这个关系着想，做出一定的改变，做出一定的让步但这并不是无谓的牺牲和奉献。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本身呢是希望给对方带来惊喜，和希望给你们的生活带来正向调整的。这边的宝剑2号其实是一张恐惧牌，那本身呢，我们卡牌中的人物啊，感觉自己在被绑架和被裹挟，其实他周围的人是想来救他。所以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会错判了你周围的人不管是感情对象还是来评价这个感情的人，他们的一些态度和意见，本身你是非常安好的，但是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在第7个月份里边啊，本身这个月份里边你们就容易有一种情绪失控的恐惧担忧爆棚的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其实是应和宇宙当下这个能量和外界我们大环境业力的这个洗礼到来的。所以这种恐惧的感知啊，感情里边有可能过度敏感的感知会降临到第三副组牌的朋友身上，因为你们有可能是高敏感体质的人。而在这一组里边呢，我觉得稳定关系其实在客观上来讲是和谐，但是你们心理状态上来说，多少会有一种忧心、杞人忧天，或者说你们会猜，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对方给予你的一些态度是让你不满意的，你们会积压一些脾气和情绪在心里边。宇宙鼓励大家呢去沟通不是爆发去沟通但是不要隐忍不发了。总之是要去言说出和表达出你的这一份态度，对方自然而然的会送给你或回馈给你相应的你需要的一个情绪价值和态度了。那在稳定关系里边呢，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是我看到其实是沟通不良的，或者说有一些沟通上的障碍和问题。那我们看到还是一样在这个月份里边，不管是哪一组的朋友，就是切忌出言太过于犀利而伤到对方。在沟通里边要感受到你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的。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月的感情是比较容易有好的消息，比如说得子的消息、怀孕的消息、领养宠物的消息会出现。如果在做准备的朋友呢，这是一个喜讯。还有一些稳定关系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会深刻参与到你们的关系里，不管是家庭关系还是人际关系、工作等等，有可能会让两个人反而是对于这个感情有一点误解呀、掉以轻心和错误的判断，所以沟通就是永远的钥匙。我看到在月中到月尾，一些朋友会恢复一个畅通的沟通，但是不能讲一些朋友你们是没有摩擦和吵架的，这些小吵架和小误解也会在月尾的时候被化解。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有家庭聚会，或者说一些比较好的有人际关系互动，有人气的互动让你们在这个气氛当中自然而然的回归到一个相互体恤、相互满意，然后舒适的情感状态里边。这个月份内心舒适非常的重要，但内心不舒适的朋友占绝大多数，因为我们看到 Queen of Cups 圣杯王后和权杖侍从的逆位嘛，我们的心情其实是有点收缩的，有一点不安全感的然后在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尤其要注重，有可能一些事情它并不是现实和客观当中本身就有的，有可能来源于我们的情绪。但是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想跟对方去沟通关于现实、关于计划和目标的话，大可以去沟通，但是切记不要太主观，好吗？那我们看一下建议牌是什么。 Two of Wands 权杖2号是建议建议我们稳定关系的朋友多做一些计划，或者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一起出行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世界让你们的情绪得到缓解。那这个月份里边呢，你们也容易得到礼物，容易愿望达成，主要是你表现出了有可能对于这个关系和对方一定的期望或者说在前一段时间你们就失望过了，而对方在这个月有可能在行动上会给予你一些补足。那我觉得这个人不是来伤害你，他有可能只是有的时候太自顾自了。
所以分情况吧，让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可以通过感情这件事情多给自己你们内在一点安全感。好，那如果是纠结拉扯分分合合，当下在断联的朋友，这一组里边有复联的信息，月中就有了。那其实两个人，我觉得你们仿佛在看着两个方向，朝两个方向去走，所以你们的话题始终这个契合度是不高的。但是呢，内心里边我们看到 Two of Cups， 就是内心里边喜欢对方。其实圣杯2号它算是一个灵魂伴侣的卡牌，但是配合周围的这个外界环境和形势，以及内心当中的浮动，让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有一点听不到对方的信号感受不到对方心里边还是爱着对方，有那么一点点纠结和虐恋的情怀在7月当中产生。那比较好的就是很多朋友通过了这一个感情的算是低谷期，或者说稍微低落一点的时期沉静一点的时期，你们渐渐的就会得到一种内心当中的从容，也会在这个感情当中得到比较高程度的心灵的契合，或者说心有灵犀这种震动所以我看到断联的朋友暧昧关系的朋友，你们还是一样要慢慢来。这个感情你要把它交给宇宙，顺随这个洪流去发展它。然后在月尾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会更好的进入一些约会，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将对方呢带到你们的生活，带到你们的友人面前去曝光这个关系。那如果在拉扯的朋友最近是分分合合，两个人有误解，这个月份拉扯的信息也是比较浓烈的拉扯有拉扯这个信号，就是分了合了，然后有可能断联了，联络了之后又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谈不合的地方，我们心情是有很多阻碍和卡针的。那整个这个月份里边呢，如果出现这样的信号也没关系。第三副组牌的朋友，这个感情其实我觉得是两情相悦的，相互喜欢的但是两个人是不是在性格上能够磨合，也要看这个月7月到8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如果度过了很多朋友呢，感情应该是会升级的，有可能也会得到承诺的关系，稳定的关系，有一些朋友会奉子成婚当然这些朋友是不要害怕不要惊吓有可能是已经做好的一个准备，在一个祝福的情况底下。好，有些朋友如果你们的情绪已经就是积累或者说已经不爽到了某一个极致反而跟对方沟通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不是一个人淡淡的忍耐，好吧。在拉扯关系当中的朋友，我们看到 clarify 一下，或者说给一个信号全金币10号的逆位，也就是说家人工作会很大程度影响到这个关系。周边的人际关系也算但我看到这张牌，其实它代表更多的是一个组织、企业家族，还有就是很大的一间公司，所以有可能对方和你呢会受到周围的人事物的一些影响，没有办法专心的只在谈这个感情当中，有很多事情在让你们精疲力竭，所以有可能在这一组里边7月到8月也是非常忙碌的一个月份。对于谈情说爱来讲呢，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奢侈不管是对于你也好，或者说对于对方而言。但是我看到对方的心呢，其实在你身上的，你们是非常需要沟通或者说见面以及态度的一些表明。你们当然也需要浪漫，你们需要这个感情的滋养可以给这个感情一点机会。第三副牌的朋友，那单身的朋友呢，或者说已经分手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桃花突然桃花，但是它是不是正桃花，我们 clarify 一下是否正缘这个月出现宝剑10号的逆位，代表了你人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开始要到来了。所以不管它是不是很快的遇见很擦枪走火，很电光火石的一个关系，在整个的这7月到8月之间呢，一些朋友我觉得陷入恋爱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当陷入恋爱的时候，我们才缺乏理智我们的这个无理智的卡牌，比较情绪的卡牌才会出现。所以我看到这个波涛汹涌的感情在7月当中出现了。第三个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接它，你们可以去放飞，让自己的心和感受去联动把它当成你人生当的一个新的开始。有更多朋友你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周围其实有人想认识你很久了，有可能有暗恋的这种信号，但是你有可能会觉得对方并不是你想要的人，或者你对对方有一些固定的认知和误判吧，不能说完全的这个印象都是对的，所以有可能一些唐突的人，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对方，去
试着往前走一步，因为 Ten of Swords 宝剑10号的逆位是新的开始，不自我伤害，不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落，不过度的去通过你的经验误判和判断一些人。所以这个月份当中，我觉得打开你们的心轮去跟周围进行连接，不一定说我们马上交往嘛，可以去了解，可以去沟通，可以去对谈，来看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于第3个牌的朋友来讲，你们的恋爱观念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提升或一个开阔。那如果是桃花出现是什么样的人啊？ Page of Wands 我觉得是会有一点行为上来讲啊，鲁莽一点呐，勇敢一点，高调一点呐，或者说有的时候他有点白目啊，有点无法读这个空气，或者说有可能会突如其来有人搭讪吓你一跳啊。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他呢，其实在内在上来讲是一个善意状态。Six of Cups， 个别朋友啊，如果旧人来联络了，也可以是去沟通一下，寒暄一下的，不是把大家去推入一个旧的感情轮回，而是让大家进入一个新的界面。你会用一个新的姿态来面对感情，这个时候才是你向下去走发展和赢这一步棋的一个真正的 sign， 一个真正的记号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感情方面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我们抽到了15号 The Garden， 我们看到啊，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们的女神在晒太阳，我们独角兽在等待她，好吗？然后有一种相互守护的感觉。这个 Garden 是什么？是内在的我们，是我们在显化的，我们在经营的。所以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的内在美好会连接着外在的丰盈啊！你们的内在只要是通畅的，只要是你们肯去让自己被滋养、被呵护，你们就是安好的。所以这个牌也代表了你们其实在去滋养你们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实力，而且让这种魅力散发。有可能有些朋友你们在被动的去吸引对的人来到你们的世界，而对的人本身就在这个丛林深处，在走到你们身边的过程里边。所以这个月份是充盈你们的内在让你们的内心去吸氧啊。比如说你们可以通过灵性，可以通过爱好兴趣，可以通过休息，可以通过这个 relax 放松来浇灌你们内在花园让你的内在花园内在花园什么？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知和快乐的这个部分得到满满的像花朵盛放一般的支撑，繁花盛放所以第3组的朋友16号也代表了你们桃花其实是比较旺的，也是快要来了。如果你们愿意把自己投身到人群当中，跟人际有来往有连结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其实你们可以去享受感情和享受你们自己的存在本身。无论单身还是说去约会，还是说有伴侣，你们都是在内在来讲独立又舒适的一个状态。这是宇宙需要给予第3个牌朋友的能量所以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也可以经常去花园公园自然当中感受和连接一下大地之母给予你们的疗愈的气息。你们越是放松，我觉得感情来的越容易也越舒服，越滋养你们。如果你们是一个紧绷的情绪和甚至有点亢奋的情绪，有可能多少都会影响你们在感情里的表现。从容自在收放自如，这是给第3副牌的朋友在感情上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上的提醒还有就是，如果在感情里是有控制欲、有掌控欲的，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也要稍微放一下不要让自己太紧绷你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你值得对方呢主动的正式的给予你想要的，而不是我们去控制和我们去多做计划和计算，好吗？好。那这边的感情我们看完了，下面我们看一下事业第一张就出现金币4号，看一下我们事业、我们的工作、金钱运、学业运怎么样。第2张 Six of Pentacles， 第3张 Lovers， 金币4、金币6到恋人牌。这个月的事业运是很不错的，我们继续再看一下第3组的事业运。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Magician 魔术师牌和 Knight of Pentacles。 天哪，这是一个金币爆棚的月份这个月份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显化的是合作、金钱然后你们本身的整个的工作和能力的能量在提升，因此呢有可能一些朋友升职加薪，和一些朋友你们在做更大的项目，驾驭更大的一些人事物。有更多的朋友其实这个月金币爆棚就是赚钱的月份
有些朋友会说哇，我在领工资等等啊，那这个月领工资会领得顺一点，你的合作会顺一点，你的内心里面也会觉得你的能力在更高程度的得到发展，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信任你、依赖你和听到你的声音。所以说在职场上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比较顺利、比较成功的。整个月份里边，其实首先也会比较忙碌，日程安排的是紧张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状态有可能在月中的时候会得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放松，你有可能在整体的感觉上是赚钱没有像以前那么难了。这是一个魔术师和恋人牌的出现，为什么？因为高度和高级的合作到来了。比较好的客户到来了等等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如果寻找工作的话，我认为合作运非常的好，你会脱颖而出啊。如果寻找工作，不管是面试啊、笔试等等，脱颖而出也代表了皇后牌，代表了你拥有比较高的一个个人能量。在薪资待遇上，你们大可以去拿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去商谈，因为我觉得你们有这个资本，有这个本领和资质。那如果在寻找工作的朋友也是一样，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是比较好的工作 offer 和比较好的机会，或者是丰厚的机会会到来，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月中到月尾呢期待一下。更多朋友我觉得这个月份其实是蛮赚钱的一个月啊，不管你们是投资啊，还是说会做副业呀等等啊，整个的这个月份就是我们看到撒金币啊，宇宙在撒金币给第3副组牌的朋友，不管之前一个阶段你们什么感受，整个的7月开始你们会觉得事情会随着你们的感受和你们的决议去被显化和发展开来。所以我们在头牌也看到了一张力量牌，其实今天的卡牌多少每一组有一点相似，但内容和内涵上来讲呢，它也有一些略微的不同。那我觉得第3组其实本身在工作这件事上你们是不必担心的，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计划向前继续去让它有一个胜利导向，而且会有一种立竿见影的感觉吧，有很多事情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天使和精灵会支持你们得到财富和得到顺利的一些胜利的信号。那如果是创业的朋友也一样啊，做独立做老板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本身就是一个爆金币的月份，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让你们觉得是顺利的然后是得财的，然后是有比较好的合作的，会有很好的这种签约或者说很好的一个长线合作计划，然后它带来的这个收益是非常丰厚。那这个月份里边有魔术师就大家要动用智慧，要去有可能去整合你们的资源，或者说你们要去考虑一下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该往哪个方向去走。月亮的逆位代表了不必担心还有就是在这个月份里边的理财呀，或者说之前一个阶段卡住的放置的一些事情和日程都要去提上来。那我觉得对于第3个组牌的朋友来说呢，满月对待你们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收获的时节摩羯的满月就是在我们这个月的月尾，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这个月的月尾是不是整体的一个财富趋势在往好了，发生巨大的转动宇宙在支持大家去用你们的聪明才智进行合作，也吸引更多的人事物来到你们的世界当中。我觉得有很多人对待你们的事业是抱有关注、抱有热情和抱有好奇的，因此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大可以去施展你们的能量和聪明才华，来吸引更多的人气，吸引更多的关注以及合作。好，那好顺利的卡牌那如果是金钱运的话，爆金币嘛，正财运和偏财运都是比较顺的，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买彩券，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投资，你们可以做一些规划。金币4其实有一点点的，我只有这4个金币，我要守护住它，我有点捉襟见肘，在忍耐的感觉。但是金币6是宇宙又给你发金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做什么，想去充盈什么，比如说你要买什么或者说你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投入等等，你都是有资源的，而且资源的背后是你成为了金币9真正的爆金币的人，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信号金钱运非常的不错，所以也鼓励大家呢大胆的去尝试一下但是就是我们不要孤注一掷我们在可行的范围、能力的范围之内接受这种幸运，再通过我们这个财运不断的调整向上发展，好吧？你的金钱运在被宇宙支持。
那如果是学生朋友的话，这个月份当中，我们看一下学业运啊，学业运也很好。我觉得你们本身呢，在学业上，这个排尾是权杖4嘛，就是稳定啊，稳定的发展，稳定的发挥。有作业有考试的话，稳定发挥也是成熟和成功的一个标志。一些朋友你们在考试啊当中是成功的。也有些朋友，当你们去面向未来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很美好的丰盛的愿景。在这个月份当中，如果有一些作业呀、学术的这个资料要提交啊等等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是按部就班的在努力，而且你们会投入蛮多，投入就会引来非常丰厚的报酬和结果。所以在这个月份当中，努力一定是有收获的。而且很多朋友你们本身是非常受到上司啊导师的这个喜爱的，这个月份里边你们在做的一些创想也非常得人心，非常可以去启发和鼓舞引导周围的人。所以这个月份当中，魔术师代表了智慧在线啊，智慧力也爆棚，所以宇宙也在帮第3副牌的朋友爆智慧。那这边的力量牌它本身就是一个大脑和我们这个天使的连接啊，我们在3维以外伸出手跟高维度进行一个连接和共通，能量是无限的。所以第3个牌的朋友要相信你们的能量，你们的整个的实力和福报以及高频率的能量会指引你们走到你们想要的未来啊。如果这是一场显化的话，是非常丰盛和成功的。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事业上啊和金钱上，我们收到这个神谕卡什么？天使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到的是 Words of Abundance。好，财富的语言有没有啊？我们有这个语言呢，我们有这个能力是通过语言去显化我们的财富。我们要使用和选择powerfully positive words 啊，就是非常有能量的高频率的词汇啊，我是丰盛的，我是财富的，一定赚钱发大财，恭喜发财等等啊，听起来蛮俗气，但是呢，这些都是非常高频率和正向的语言，而不是说哇不太好啊，哇打一个比方啊，哇穷死了，种种的这样的词汇啊，永远啊用丰盛的词汇来去表达我们自己，来去形容我们自己，你将会用这种乐观的形式将你的能量组织起来，并且呢让它去吸引到一个更丰盛的自己，也会吸引到周围的人来到你的世界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语言也是一个风水，通过语言的风水来声望我们的个人运势和个人能量。那我们就是恭喜发财，把这个话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间，我们也可以告诉自己，你就是财富的，你就是丰盛的啊，然后你是在这个宇宙当中闪亮的啊，金闪闪的，你拥有一切的高维度的财宝智慧，你可以显化这一切啊，你可以不断在内在告诉自己，用这种肯定式的语言，也可以跟周围人去聊天，你可以去祝福周围的人，做这个言语上良善的布施。那我们呢，这个磁场就非常好了，你就已经变成一个财神的磁场和胜利的磁场。如果是学生朋友的话也是一样，你会变成一个非常有知性的，而且非常胜利的，有鼓励意义，并且自身成功的一个良师的磁场，好吗？所以把这个信息也送给大家，很可爱啊。最后来看一下我们在灵性上啊，我们在健康上啊，这个状态是如何的啊？宝剑十的逆位刚刚就出现过啊，新的开始已经到来了，让你们痛的过程，让你们伤的过程将结束。这边第2张是教皇牌，有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呢，将会非常有条理的啊，有条不紊的去完成你们生命当中的很多事项。而在健康上来讲呢，很多朋友你们会去掉之前的一些我觉得是小问题和小毛病，这个月份里边其实是比较防止上火的。还有一些朋友你们要去做身体检查，该去就去。如果有一些小的这个隐疾啊，你们会把它首先停止在这个萌芽的阶段。那一些朋友有可能这个月份会有一点开刀手术啊，或有一点小手术这样的一个意味啊，是成功的，大家不要担心啊，这是个别的朋友。那如果是在办理事务上来讲呢，
你们个人的能量是最旺的，所以你们要亲力亲为的去办，而且呢，有可能周围的一些人会动摇，或者说，那我来帮你啊，我们这个机构可以帮你啊，你们需要去紧密的 follow 一下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这会让你们更加快速的去贴近事实，也会让这件事情更快的发生，更快的办完。这个月份里边一些朋友，如你们会收到一些消息，上一个阶段结束了，下一个阶段开始了，有可能是学生朋友毕业了，你们收到 offer， 一些朋友是你们收到了新的学校的 offer， 也有些朋友你们在工作里边在转换自己，这是一个华丽的转身，胜利的转场。所以我看到其实一些朋友你们也在别离当中啊，有可能你们会离开过去的生活状态，有可能也会搬家，这本身也是你们的整体的磁场和灵性要求你们的，因为你们在往上去突破。那我们看到教皇和死神牌出现了，就代表了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生活里会做断舍离的，你们会离开一些旧的人、旧的工作、旧的友人，就是干脆渐渐的不再联络了，渐行渐远了。但比较好的就是你身上的磁场始终是正向的，所以对的人和对的工作、对的连接会走入你的世界。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断舍离呢，要做得更加的深入然后不管是这个里边也连接，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断舍离掉一些不要的物品这个旧的生活环境断舍离掉一些我们就有的这种习惯一些朋友你们其实快遇见正缘了，所以这个断舍离会加速进行。那如果在灵性上这个月份是非常有突破性的一个月，你们天马行空的创意和灵性上的这种改变会是让你们的灵性和直觉爆棚的或者说跟着你们灵性直觉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月。死神牌和宝剑国王的逆位代表了第三个牌的朋友，其实在这个月份里边还是一样，做好这个断舍离之后，你会非常轻盈的看待未来，在灵性上你有可能也会有新的一层体验和觉察，所以一切跟着你的感觉走，这一切有可能也是你的天使和指导灵在告诉你去做的，你莫名的想去做这些事情，它也是绝非偶然的我们看一下Indigo Angel， 我们的深蓝天使告诉我们什么在灵性上我们说的是 Love yourself， 爱你自己，好不好？爱你自己。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 garden 滋养你的内在花园，滋养你自己，爱你自己，从身体开始。第一副牌朋友，你们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的身体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整理你们的饮食作息？你们是不是在内在去肯定和接纳自己的？不管你们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你们都要在内在深刻的爱自己和爱你们的人生，爱你们的旅程。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做一些 self care 就是比如说自我滋养、自我疗愈然后自我肯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放松。也有些朋友本身你要在内在去接纳，不管是成功失败，当下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成功的接纳自己，你会无条件的也一样去爱自己。这种无条件的爱会形成非常强烈的一股自信和力量，让你有勇气突破当下。有些朋友如果你在反复的怀疑和纠结的话，你们要从这种纠结怀疑的怪怪圈里边走出去。所以说一些断舍离要做，特别是在物品上的，在人情上的，在往来上的一些断舍离。比如这物品我不要了，那我们干脆捐赠，我们干脆把它好久没用了，我们干脆就把它处置一下。那人情上是如果是一些严厉的批判你的或给你带来负面情绪压力的人我们有可能可以稍微远离一下，好吗？这是宇宙在告诉大家爱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去晒一个太阳当然不是这种猛烈的太阳，在花园里边去感受一下花香，感受一下鸟语和大地的滋养。也有些朋友你们有肯定的语言去肯定自己，我是美的，我是爱的，我是成功的、成熟的，我的决定是完全指引我走向丰盛的未来的。大家在这个月份里边的这个善言和对于自我的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股能量好，最后看一下我们的月相卡给我们什么样的指示。在这个月份里边我们抽的是 Day Moon， OK， 还是一个 Love， OK， Love and love yourself and love the garden， 这 garden 是你们内在的花园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有很高的爱的能量，你们也会有机会收获爱和收获灵魂伴侣跟你们共情的人。有更多朋友这只是一个开端。当这个月亮在白昼的时候闪现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的奇迹，看到我们内心中的感受在
白昼的天空当中被肯定、被鼓舞。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宇宙在让你敞开你的心轮去爱、去滋养，还是很多花，有没有？这边是内在的花园啊，滋养内在花园。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多接触花卉啊，如果不过敏的状况底下，接触花卉、接触草地，你们会感受到啊，内在的爱会指向你的未来。宇宙很爱你，然后宇宙希望你也用同样的方式爱自己。还有就是当你感受不到成功、感受不到能量的时候，去接触自然，你会感受到非常强烈的爱和美来到你的世界，也会拥有这种领导能量去指引自己走向一个灿烂的未来啊。所以这个7月是非常好的一扇大门，我们敞开了，下半年就开始了，一个丰盛的阶段也即将到来。祝福第3副组牌朋友在整个7月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也收获金币啊，收获机遇，收获爱情，收获你们当下正在去播种的这一切都会到来，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巨蟹座的朋友，太阳、上升、月亮、金星巨蟹的朋友可以点击最后的一则影片来看一下，在生日月到来之时，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幸运锦囊来帮助我们未来的生活和转变。祝福大家，再次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首先感恩以及祝福所有来到这一则影片的巨蟹座宝贝们，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好运常伴，显化出我们所有美好的愿望。那今天呢，我们会通过卡牌来帮助大家看一下，在生日到来之时，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祝福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取得需要的讯息。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一张卡牌，我们把它当做主牌，因为巨蟹座宝贝，你们是月亮的宝贝呀。我们看到这张卡牌当中有一弯美丽的新月在天上睡着，然后在璀璨的星空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松树林吗？好，它给予我们了一种保护的，好，正在夜空当中摇曳的美妙的气息，好像在唱一个小夜曲。我们看到这张卡牌的信息是什么 ？Opportunity， 机会和机遇啊！祝福大家，宇宙首先给予了所有巨蟹座宝贝生日的时候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就是机会和机遇。特别是在巨蟹这个新月到来的时候，具体到有可能是7月初、7月6日前后啊，我们这个机遇的大门就会敞开。有更多宝贝，你们有可能会遇见工作的机会，和人和组织合作的机会，或者说遇见了更大平台的机会。我看到这些悄然发生的机遇呢，本身是在鼓励大家在这个璀璨浩渺的星空当中做一个美好的人生冒险，做一个美好的人生经历的记录者和体察者。还有就这些机会也是大家呢在之前许愿呢，或者说是播种的，那这个播种之后的成熟的果实就会在最近这个年份当中到来。我看到很多宝贝在这个新月过后，你们也转运了，有可能你们会从之前的一个比较憋闷的状况，渐渐的走到一个在情绪上得以舒缓和疗愈，并且也可以非常客观以及挽好我们的袖子，好好开始去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机遇的到来也代表了我们可以去争取工作的、学习的，甚至是感情上、人际关系上更好的机会。像这张卡牌首先送给所有巨蟹座的宝贝们啊，在这个月份当中，机遇即将到来，宇宙也将会敞开它的门户，来帮助我们取得接近机遇的好机会。下面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个副牌，我们抽了这张这个 magical spell cards。 但是在生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会用这套卡牌啊。今天我们也飞出来2张，一张是42号 organization 组织，好，团体、团队，好，公共的机关、公司，这都算啊。然后第2张我们看的是29号 healing， 疗愈的信息。所以这2张牌有没有能量上跟我们的主牌首先是吻合的。好，我们既得到了机会，也得到了疗愈啊，疗愈也是我们的机会。第2点就是很多朋友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你们有可能有机会去把你们的目标实现起来，你们会有更高的效率，你们有可能会更轻松的接近你们的美好的结果这个年度当中，有可能你们的工作运你们的学习运，你们个人的发展的开展会变得顺遂起来，周围有可能也会有人相助，有可能你们会参与到更大的这个组织，我们刚刚所说公司团队
企业里边也有很多朋友，本身你们的目标就是直线性的，我要加入这间公司，我要加入这个组织，我要加入这个学术的机构。好，过去的你们在做的一些调整和做的一些计划 now come to me so easily， 你们可以非常清楚的、轻松的、简单的来表达你们以及进入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机会也代表了很多巨蟹座的宝贝，你们拥有贵人的机会和缘分，去更快的接触和接收到宇宙给你们这个美好的结果啊。然后更多的朋友呢，工作的发展自我的接近贵人和好的机关平台的机会非常轻松的来到你们的手上，原因在于这是你们之前的播种和宇宙助缘的，宇宙给予我们帮助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我们看到是 healing 疗愈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蜡烛的火焰啊 candle flame 啊，然后 burn this hour 啊，在这一个钟头，在这一个时刻当中正在燃烧。Bring to me your healing power。 好，一些巨蟹的宝贝，你们在生日的时候可以点一个蜡烛，安全状况底下啊，点多久？1个小时的时间，好吗？就像我们平时在影片当中使用的这个油酥灯，基本上是3小时左右啊。如果是一根蜡烛的话，有可能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燃烧时间，当然大家也要注意这个安全。在安全状况底下呢，燃烧蜡烛1个小时，特别是新月的夜晚啊，这有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疗愈魔法，帮助大家去拿到你们当下疗愈的能量，而且具有更大的幸运。大家可以去许愿啊，播种，你们想要进入什么样的平台，你们想要去如何展现自己，你们想要去接触什么样的人事物，你的效率和你的直线性的可以说是愿望啊，会在这个年度当中有直线的结果，这是非常幸运的卡牌，好吗？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我们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啊？在新的一个年度到来的时候，好，巨蟹座的宝贝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我们的牌直接飞出来啊 ，Ten of Wands Knight of Swords， 我们来继续洗一下啊，我们看到 Eight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8号，我看到你们很勇敢，不再逃避啊，然后你们会主动的去开始啊，比如说拾起生活里边啊这些你需要去整理的碎片，你需要整理的任务，然后你们会非常聪明的进行一个突破和转折。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啊 ，Eight 这边是 Strength 力量牌的逆位啊 ，Seven of Wands， 我们再抽一张看一下。好 ，The Hanged Man in Reverse 吊人牌的逆位啊，我们一同这边飞出来的有 King of Pentacles， 我觉得你们不需要过度的努力和过度的去逼迫自己行动，获得成就和财富，宇宙会自然而然的帮你去调整你当下的一个状况。如果是紧绷的，宇宙会让你放松；如果是过多的付出能量的，宇宙会让你平缓。那宇宙呢，也会让一些非常紧绷的事件在你的身上慢慢的有节奏感。有很多巨蟹座的宝贝啊 ，Nine of Pentacles， 你们在努力赚钱，你们最近有可能会有财务上的一些 concern， 一些顾虑等等啊，这些顾虑宇宙在未来的，现在是7月8月嘛，在未来的3月啊，这个半年当中，或者说这9个月左右，帮大家去实现一个系统的转换。有可能你们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以及兼职，有可能之前你们的付出会一一的以其他的形式回归到你们的世界当中。我看到很多巨蟹座宝贝，你们是时间很紧的，有可能你们要做蛮多的事情，或者说内心里边会体现出一种焦虑和对自我的高要求。宇宙希望你们放弃掉这种高要求和控制欲望，你们需要随顺你们自己，随顺当下的情况。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年份里边呢，你们会摆脱掉一个过去的比较压抑、你们比较制式化的一个工作啊、生活、学习的形态。有可能你们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寻找到自己的节奏，或者说你们会寻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这边 Nine of Wands， 我们再抽一下牌看一下啊 ，The Lovers in Reverse。Eight of Wands， 还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啊，在这个生日月到来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脱困啊，从陷阱当中脱困，所以你们的行动能力呢，和独立思考能力、独立行动能力都会比以前强很多。我觉得巨蟹座的宝贝其实是这种
你们是非常运筹帷幄的人，还有是外表上你们都会表达出非常强烈的一种对于三维世界的共情啊，对于三维世界的这种体谅和关怀，但是内在其实是非常强的，所以外柔而内刚是巨蟹座很多宝贝们你们的特质。我觉得你们的内在其实是不想输给这个世界，同时也会对这个世界和自我抱有一丝的温柔。那在这个7、8月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日到来的时候，你们首先是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啊，做出调整和突破。也就是说，过去权杖7号、权杖8号、权杖9号，我们出现3张权杖牌，还有10号权杖有没有？7、8、9、10啊，这个行动和火的能量已经到了，所以很多朋友你们是可以去向上，可以说是向上提升、向上升级的时刻。然后在这个时刻到来的之前呢，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会经历一些压抑和经历一个阶段的周折，或者说一种不成功感，或者说被卡住的这个感觉会萦绕在你周围，你们在找那种感觉。而当新月到来的时候，当生日月到来的时候，你们的感觉就来了。有可能你们会非常快速的去实行行动，突破当下的现状，你们有可能会非常稳的接住三维世界的挑战。也有很多朋友你们会在这当中取得成就和成功。那工作和整个的财务上来讲，迎接挑战，你们就会有非常丰厚的硕果。当然了，这边来看的话，不动的话，如果我们不去行动，有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延缓这个事件的到来和发展。所以呢，宇宙也在鼓励巨蟹的宝贝在对的时间我们的月份里边开始行动。这是在个人的成长和经济上的经济上我认为稳定的去等待，让行动呢开出花朵来，你们自然而然会有不错的这种收益和收成了。那整个的年份里边，我们看到恋人牌是逆位的。如果谈到感情上来说的话，大家会觉得是无暇谈恋爱的，或者说你们的心情和心态没有办法为感情做出太多的动摇，因为生活的一些琐事有可能会牵连你们，直接让你们的能量有一种耗泄。你们有可能当下是非常渴望突破困局的，而且不想逃避，所以在爱情这件事情上，新的年度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恋情需要稍事等待，真正的爱有可能通过时间的验证会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反而巨蟹座宝贝，你们做好自己生命当中该做的一些事情，感情它会顺其自然、顺流而下的被宇宙匹配到非常合适你的人。这边金币6号的逆位，权杖6号的逆位，宝剑9号很多宝贝你们在感情里边是感受到一定的受伤和不公平，会有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容易被爱所伤和为爱流泪的。有可能你周围的一些朋友也会人际关系、友人关系也会给你们一定的压力和压榨，他们多少是无法共感到你的。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年份里边，你们会自然的向前去走然后遇到这个旅途当中新的朋友和新的懂得你们的人。我看到其实你们本身是非常独特和有闪光，或者说非常闪亮的一群人，所以有很多人会在人群当中辨识到你们。那我认为呢，在今年的10月前后就是未来3个月，有可能在感情上你们会有进一步的进展，有可能你们自身就会有了真正的行动能力和决策能力，有可能过去的一些 bad karma 一些旧有的坏的业力、负面的业力会被宇宙清除，而在这个时候，你们的伤心、担忧和心中的心结将被解开，有可能你们也会有能量去遇见闪耀的人，或者说跟你们想要连接的人进行连接。我们再看一下爱情上来讲 Page of Wands 权杖的公主，权杖的3号 Seven of Pentacles。 好，你们首先在充实和丰盛你们的人生目标以及物质世界。充实的过程里边，你们自然而然会拥有自信然后你们容易在群体当中遇见相对比较耀眼的你们是闪耀的，是你们的灵魂闪耀。这种耀眼是三维世界物质当中比较闪耀的人，有可能对方有资源，有可能对方他是比较智慧的人，有可能他是一个能够给你带来疗愈和引领作用，并且帮助你现实生活里边的一些工作生活事宜的人，有可能会在今年当中出现或进一步的帮助大家。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今年在组织在
工作里边是遇见桃花的。不过我看到你们其实是相对来讲处在被动状态啊，你们会让时间和宇宙给予你们一个交代，他是不是对的人。所以我感觉大家其实在感情上多少有一点拖延症，原因在于其实生活工作会让我们在这一年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好吧。那如果在其他这个灵性和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啊 ，Two of Cups, Eight of Pentacles, Nine of Cups， 你们在努力的这个部分是会有非常强烈的回馈的，无论是工作上的这种研究啊，还是如果你们在投注的是亲密的关系啊，投注的是在感情世界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帮助和共通。那我看到其实在这个年份当中是有人可以理解到你们，也给予你们非常强烈的鼓励的，所以你们不是一个人，你们的灵魂伴侣啊，你们的指导灵也会给予你们鼓励，让你们感受到你们的成就感在哪里。我看到很多巨蟹的宝贝在这个年份里边，你们会有一种很大的调整和飞跃。这个时间点呢是在9到11月之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冥王星和土星呢恢复顺行和换座的时间。我觉得你们会在这个年份当中找到新的探索欲望和新的成就感，新的自我满足。所以这个年度里边，你们会重新的把过去几年当中没有疗愈好、没有整理好的事件整理开来。你们也会在工作当中闪光，在组织当中闪光，你们也会遇见闪光的人，可以给你提供能量、帮助、智慧和提点的人。我们让这一切呢发生，我们让这一切美好的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也要让我们内心当中不自在、不安全的无力感消融，因为宇宙会帮你安排好一切。所以很多你无力的事情，宇宙会帮你在对的时间进行一个争取。只要你们有这样的一份发心和一份愿望，宇宙就会成全我们啊！这是宇宙和这个天空最美好和最有爱的地方啊！我们宇宙是有爱的。所以最后再看一下给予我们的建议和指引。第一章我看到的是一样啊，蓝铃花 Bluebell Fairy， 蓝铃花的精灵啊，在给予大家信息。我们这边看到6这个数字啊，6啊，然后还有9、11啊、4、2这样的数字在这个卡牌中出现了。我们的氛围有没有都差不多，有一个薰衣草的或者说蓝紫色的这个 aura 在大家的周围啊。好，精灵在给予大家什么？感恩和关注啊！你们在投注的还是一样，你们在希望这个部分将会因为感恩得到巨大的回馈，然后你们的踏实努力和守护将会，或者说你们在生活当中辛勤的耕耘，源源不断的付出，将会得到宇宙的馈赠。所以呢，抱持一个感恩的心态啊，你们将会拥有和感受到更多。也有很多巨蟹的宝贝，你们将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正实现一个转运，因为我们的球在转啊。感恩，抱持感恩的心，宇宙帮助我们去在三维事业当中转换当下的运势和磁场。第二章是 I am chosen， 我是被选择的。内在的你啊，本身这一切是你们在显化的，所以巨蟹的宝贝，你们是被选择的天选之人呐。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觉得自己在当下被卡住了，被封住了，被绊住了。不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你是被选择的人。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专业，做什么样的研究，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在做疗愈啊，你们有可能在努力的去在当下做一些选择和突破，你是被选择的，所以宇宙还支持你的一切选择。宇宙也会让你的生命在对的时间绽放出非常美丽的花朵。你们是非常吸引人的，也非常的让人瞩目。所以说内在的你们也在告诉自己啊，你被选择了。所以说你们有这样的一份有可能是责任感，或有可能是使命感，需要去突破新一年度当中的种种挑战。但是宇宙和月亮啊，会帮助大家疗愈和做好你们未来一个阶段的安排和规划。祝福所有巨蟹的宝贝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顺利啊，心想事成啊，心愿达成。这个过程当中也完成我们灵性上更高的一层提升，也非常的感恩跟大家不断的连结。希望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 Stars 也陪伴大家不断的成长和集结幸运，集结能量。再次的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今日的到来。我们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